我一人就打退2万骑兵48次。我本是帝国最顶尖的雾影刺客，也是家族藏在黑暗里最锋利的尖刀。在把哥哥阿谢尔推上权力的最巅峰后，却遭遇了最无情的背叛。虽然我单枪匹马打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围攻，但到底还是寡不敌众，伤痕累累。是谁主使你这样做的？鲍里斯，是帝国的皇帝吗？伴随着我的怒吼，我体内的魔力不断聚集，恐怖的威压朝四周扩散。但下一刻，阿谢尔的出现打断了我。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我的哥哥，维特家族的长兄，我发誓效忠的人，为什么是你？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从阿谢尔的指控里，我听到罪孽、屠杀、恶魔。是我一个生活在暗影中的刺客，不仅在帝国的继承权之争中为家族争得一席之位，还粉碎了魔王军队的突袭，更是在帝国的统一之战中将哥哥推上了权力的最巅峰。服侍家族就是我的使命，正是这双沾满鲜血的双手，亲自将家族奉上了权力之巅。而现在，我亲爱的哥哥，竟然因为恐惧这样的我而选择了背叛。既然你这样待我，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响彻大陆的雾影刺客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存在吧。我爆发所有的魔力，准备奋力一击，但下一刻，9星魔法阵的光芒闪烁，压制住了我所有的力量。可恶，为了对付我，竟然准备得这么充分。冰冷的长剑刺进了我的身体，你果然还是暴露了恶魔的本性。阿希尔的声音毫无感情，真庆幸我从一开始就不曾信任过你。长剑拔出的一瞬间，我所有的力量从身体里溜走，这就是我的末日吗？死亡的触觉却压抑不住我愤恨的心意，真是愚蠢而又浪费的一生啊！可耻，我不甘心，强烈的恨意涌动，我爆发出最后的力量，朝着阿希尔扑了上去。金色的光芒闪烁过后，我竟然重生到了20年前。这一次，我一定要把遭遇的背叛10倍100倍奉还，尤其是你，我卑劣的哥哥阿希尔。我睁眼见到了20多年未曾谋面的短发女仆，她竟然还和我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样貌一样。我真的重生了吗？虽然长相和体力已经变成了27年前的样子，但前世清晰无比的记忆仍然让我觉得恍如隔世。如果这是27年前，那么现在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今天的决斗训练。我的父亲威廉是维特家族王国领地的公爵，他对这次训练非常重视，不仅每年都会举行，而且也会由此决定众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前世我的对手是克兰茨维特，他的母亲便是威廉公爵的正妻，而我只是一个不受关注的私生子。正是这天我败给了克兰茨，才使我成为了众人的笑柄，而且也永远的失去了父亲的关注。如果这真的是27年前，那么今世我绝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从长剑上传来厚重的触感，使我感受到强烈的掌控命运的渴望。今世我的命运由我不由天。伴随着开始的命令，克兰茨第一时间朝我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你在看哪里呢，白痴？我的无视惹恼了克兰茨，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攻击此刻在我眼里就像蜗牛一样笨拙。我轻易的躲过他的攻击，你只会闪躲吗，懦夫？我不理会克兰茨的嘲讽，精确无比的接连打断他的进攻。我能赢。此刻我只需要轻轻把剑往前递到他的喉咙处，就能轻松赢得这场比赛。但这样真的够吗？不，前世克兰茨就一直以欺压我为乐，这种欺凌一直持续到进入学院仍不停止。所以这次我决定要将他彻底打倒，粉碎他引以为傲的自尊，让他再也不敢升起任何挑衅我的念头。这一世我只为自己而活，最终我赢得了决斗的胜利，将克兰茨踩在了脚下。父亲专门为了接见我腾出了日程，还安排了他的直属护卫克拉肯护送我。父亲，我的表现让你这么印象深刻吗？我来到父亲的会客厅，这是我们父子之间时隔13年的再次单独会面。威廉维特公爵，也就是我的父亲，世人尊称伟大的维利亚斯领主，大陆的守护者，抗击魔王军队的前线英雄。他以自己无上的实力和意志，扛起了无人比拟的重担。我的记忆停留在他抵抗魔王军队入侵时，而他上一世也陨落在了那场战役里。他所做这一切，都源自于内心对于大陆和平的渴望。我对他的看法与世人不同，作为行使自由意志的超凡个体，他却选择了为他人服务的人生。真是愚蠢的男人啊！在克兰茨冲向你的时候，你直视着他挥剑的路径然后躲避，这种天赋你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展露过？父亲的问话一如既往的直接锋利。父亲，我不是有意引起别人注意，但你还是全力扳倒了克兰茨不是吗？我只是不太理解你为什么要在克兰茨落败后羞辱他，这种行为有必要吗？父亲的问话虽然令人费解，我也注意到转生之后我的人生态度也发生着变化，但对克兰茨的仇恨却无法向任何人解释。我想证明自己，我想向世人证明，即使体内流着相同的鲜血，我依然比克兰茨更加强大。我的耿直获得了父亲的赞赏，并盛赞我以后一定会成为阿谢尔最可靠的支持者。什么？阿谢尔？果然，父亲还是像前世一样痴迷阿谢尔。但我重来一次的人生，又怎么可以再次重蹈覆辙？说出你的愿望吧，作为你努力获胜的奖励。愿望？父亲，你可知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将阿谢尔的一切全部摧毁。为此，我甘愿做任何事情，哪怕再次付出生命。最终，父亲答应了我去前线的请求，不过要求我1个月内证明自己才行。我不知道父亲会以什么来衡量我的价值，但这是我拒绝前世人生的第一步。我一定会好好把握这1个月的时间，就拭目以待吧。虽然我现在的体力还是比同龄人弱，但我足够幸运，还保留着前世的战斗意识。我试着像前世一样聚集魔力，虽然微弱，但触感却是真实。这一次，我一定可以牢牢抓住自己的命运。正在这时，爱丽丝却突然闯入。原来我这个性格粗线条的大姐，却是听到了我要去前线的传闻，担心以我的实力会让家族姓氏蒙羞，于是亲自来测试我的实力，扬言我只要在她的手下撑过3分钟，就允许我上前线。此时距离我上一次决斗还不超过半天，这一天过得真是混乱了。那就来吧，我也想见识一下自己的极限。面对大自己7岁的姐姐的进攻，我干脆利落的挡下，光是这就足够让她惊讶了。毕竟她从小就被家族冠以新一代剑术天才著称，而且我与她年龄体力差距巨大，我需要提前预判她攻击的位置，并且使用有限的力量恰到好处的接触，才有挡下的可能。爱丽丝果然是实战派，只此一次试探，她就收起了轻视之心。下一秒，她就缓缓吟唱起魔法，空气中的异样瞬间让我无比震撼，竟然是6星级魔法吗？水剑，水之刃。我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实力测试，最后却演变成了姐弟间的性命相搏。糟糕，如果不是中途
扭转了剑锋，我可能真的会杀了他。毕竟雾影刺客的所有技能都是必杀技，出手就是严烈的杀招。我凝聚起魔力来弥补自己力量上的不足，但孱弱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况且我们两个体力差距巨大，如果我不抱着杀掉他的意愿来战斗的话，真的很难取胜。该死，3分钟还有多久？爱丽丝也激起了好胜之心，从她的眼睛里我就能看得出来，爱丽丝从小就被作为天才来培养，所有训练科目都是 S， 属于精英中的精英。就算在天才云集的皇家学院里，她也是最出众的那颗。不仅因为让人惊叹的容貌而被称为上帝的宠，更因为自小训练的出众剑术而与阿谢尔共称为未来的大陆守护者。但只有我知道，与其说爱丽丝是真正的天才，却不如说她是努力中的天才。正是由于事事争强的性格，上使她在加入光明骑士之后不久就被残忍杀害了，真是恍如隔世啊！我亲爱的姐姐，你仍然像以前一样努力的有些过分了。水剑，水之刃，从她的眼睛里我就能看得出来，她根本没有想过这个6星魔法我是否能够接得下来。但我又怎么忍心杀掉这样一个任性的姐姐呢？求你了，如果你就在周围，就赶紧出现阻止这一切吧。克拉肯，住手！果然，从父亲房间出来之后，我感受到的气息出现了。克拉肯一直都在周围吗？爱丽丝小姐，你对小少爷的要求太苛刻了。爱丽丝此刻才反应过来，匆忙扔掉手中的长剑，扑进了我的怀里。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担心你上战场了，我脑子里只剩下阻止你的念头。看着大姐泣不成声的模样，我缓缓勾起了嘴角，果然，这才是她。爱丽丝，我任性的姐姐，我真的好想念你啊！我更加用力将她抱紧，这一世就由我好好保护你吧，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身体一放松下来，我就倒在了爱丽丝的怀里沉沉睡去。她到底还是一个孩子。第二天，爱丽丝就回到了学校，而我则躲在房间里努力地锻炼着自己的体力。整整过去2周，我一直坚持着力量锻炼，真是可恶啊！这具身体还是太年轻太孱弱了，只坚持到第10下我就泄了气。我必须变得更加强壮，这不该是我的极限。正在这时，女仆艾米丽带来了爱丽丝邮寄的包裹。这是什么呀？闻起来这么恶心。她不知道的是，这个袋子里装的是地狱猎犬之血，是我专门拜托爱丽丝帮我从莱尼亚山谷获取的宝贝。恶魔的血因为难闻的气味和燃烧的状态而被认为是有毒的，但世人不知道的是，它也可以永久增加消耗者的体力和魔力。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只是黑市的谣言，但以我过往的生活经验证明这是真实的。少爷，你真的要喝那种东西吗？不用担心，艾米丽，毕竟我可是唯一能适应你黑暗料理的男人啊！这味道真是让人怀念，让我记起艾米丽的第一次烹饪，吃下那类似蘑菇汤的料理，连我的心脏都骤停了一下。这味道比艾米丽的料理来说真是棒极了。吃完饭出去遛弯，但我不是出去闲逛，而是早有准备。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整整2周。我常常一个人来这里独处，但更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阿谢尔从光明之神那里获得启示的地方。世人都传说这里藏着一处古庙，更是魔力汇聚之地，但只有我知道，真相远远不止如此。阿谢尔，这是你获取神器的地方，我打赌你一定猜不到我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是神魔之战的300年后，光明之神的圣剑终于再次重见天日。这把剑被称为战胜魔王军队的最大助力，更是在未来亲自见证了我的死亡。因为这把剑选择的主人就是我要复仇的哥哥阿谢尔。面对这把足以让无数人疯狂的圣剑，我却提不起任何兴趣。这里是光明之神的圣庙，距离阿谢尔掌控这把圣剑还有20年的时间。但正如常言道，当你步向光明时，黑暗必紧随其后，如影随形。如果你不仔细看，你可能只以为这里是圣剑的影子，但眼见不一定为实，这里根本没有影子。哪里有光明，哪里就一定有黑暗，暗影将为我指引前进的道路。这里其实还存在另一个房间，就隐藏在光之祭坛的下面，而这里才埋藏着我要寻找的东西。老朋友，好久不见，恶魔之刃卡里姆，这才是我的专属兵器。早上好，卡里姆，你还在睡大觉吗？太阳已经晒屁股了，这熟悉的触感，瞬间就仿佛让我重回了战场纵横的快感。小孩，你不知道唤醒恶魔之刃的后果吗？不过现在才知道，后悔已经晚了。你的身体现在是我的了。这个声音，这个身影，你以前可不像现在这么皮啊，卡里姆。我聚集魔力扼住卡里姆的喉咙。为什么你能触碰到我？为什么你的身上有埃鲁的气场？我说过了，我就是你的主人，埃鲁的继承者。现在你是不是应该伏低身位来迎接主人呢？别开玩笑了，你只是一个小孩，我绝不接受。卡里姆继续向我攻击，这个时刻言语已经变得无力。恶魔之刃的最终目标就是占据使用者的身体，这是难以抗拒的本能，我别无选择，只能打倒他。可无论我击退卡里姆多少次，他都会再次向我冲来。可恶，这样下去只会没完没了，看起来只能如此了。恶魔之刃控制咒，卡里姆整个身体不受控制地埋入地下。现在怎么样呢？我不接受，我继续念动咒语，遵命，我的主人。终于收服了这个魔人精，我已经完成了我想做的事情。好久没有呼吸到新鲜空气了，多么令人振奋！卡里姆的你太看着顺眼多了。嘿，主人，埃鲁真的找了你这么一个孩子做继承者吗？我给予了肯定的回复，不过那已经是前世的事情了。卡里姆现在是我的共生体，是我唯一可以毫无保留倾诉的对象。良久后，我回到圣庙，是时候离开了。但在离开之前，阿希尔，就让我先来取走一点复仇的利息，这一定会让未来变得更有趣。如果获得了只要吸食鲜血就能不断变强的恶魔之刃，你会选择用多少鲜血来喂饱它呢？而我的答案自然是越多越好。凡人由之为战退避，而我却渴求超越。怀揣着如此觉悟，我随着父亲来到了前线战场。如果你现在想要退出，我不会阻止你。他仍想给我一个明哲保身的机会。不，父亲，我感觉我的身心已经奔赴前线了。他不再多言，拿出一张召唤卷轴。既然如此，现在你所遇到的可跟以往的训练不同，前线是以命搏命的战场，没有胜负，只有生死。既然你决心如此，就准备接受属于自己的审判吧。审判。下一刻，一只地狱猎犬从法阵中走出，我眼睛一眯，想要封印这种魔物，父亲和骑士们做的这些准备一定很辛苦吧？那么一旦我遇到了危险，他们真的会袖手旁观吗？你需要为你的一切决定负责，这就是军人的宿命。所以，向我们展示你面对死亡的决心吧。听闻父亲的话语，周围的骑士都
不仅为我担忧起来，只有克拉肯骑士才了解这段时间的我究竟有多努力。多次与我训练的他清楚地知道我这段时间的成长究竟有多迅速。如果我的预感是对的，现在的小少爷足够战胜任何的考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对的生死相搏，心中不仅闪过一丝兴奋。地狱猎犬刚一出现，就立刻向我发动了突袭。我侧身闪过，以我现在的体力，持久战对我不利，因此我必须尽快结束战斗，一击毙命。秘法急速，我高高跃起，激增的速度使我的出手快如闪电。看到我斩杀了魔物，父亲露出了笑容，对我的担忧之心也终于可以放下，令人印象深刻。那么我们前线见了。送别了父亲，恶魔之刃卡里姆却向我抱怨起来，真是浪费，为什么不使用我？我需要血液来获得力量。卡里姆，再忍耐一下，如果现在就让你畅饮，一定会被周围人当作怪物，所以稍微忍耐一下，我很快就要尽情使用你了，尽管期待些吧。在前线，你永远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到来，尤其是这里勒米亚山谷，每天几乎都有1到3场战斗。为了抵御魔物突破防线，父亲和他的骑士团从未有一刻懈怠。今天面对的是一群食人魔的冲击，胆小的女仆艾米丽已经被血腥的场面吓破了胆。我被安排到了最安全的后方，但这样一来，我也就找不到饲养卡里姆的养料。少爷，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公爵难道没告诉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在这里吗？害怕的话，你可以回去。你以为我可以吗？艾米丽的脾气还是那么火爆。少爷，你比我还年幼，在这个全是怪物的前线，离开我你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我转身离开，谁来照顾你呢？说着便要强撑着恐惧出去准备晚饭。别忘了我交代你的事情。望着艾米丽离开的背影，我忍不住轻轻吐槽，我是不是要赶走她呢？她就这么对待她的主人吗？到了午夜，我翻出准备好的假人，在公爵府时，艾米丽便常常为我打掩护，如往常一般嘱咐好一切之后，我便趁着夜色离开了帐篷。因为是前线，所以晚上的守卫会有所加强，想要出去只有趁现在这个时间。雾影步法第3式雾降。成功了！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差错，这地方应该有很多怪物，是使用卡里姆的最佳地点。这浓厚的血腥味，卡里姆你闻到了吗？杀戮的盛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主人我已经忍不住了，快让我砍点东西下来。卡里姆的声音低沉而兴奋，如你所愿，物件冲雾风暴。随着最后一式技能的清场，我大杯啜饮下魔物的鲜血。究竟还需要多久才能靠斩杀这些魔物变得强大？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答，但一点也不要紧，因为夜色还早，而我还有很多魔物可以杀。翻译不易，感谢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恶魔之刃从未放弃过夺取我的躯体，我也在疯狂的杀戮中走得太远。持续1个月的午夜猎杀使我获益颇丰，但也终于惊动了沉睡在地底的高阶魔物死亡蠕虫。它通常只在山谷的深处觅食，可能是浓厚的血腥味惊扰到了它，疯癫的身躯拔地而起。主人，你看起来挣扎不定，为什么不让我接管呢？我保证会好好使用你的身体，最后完整的归还给你。我心里十分清楚恶魔之刃卡里姆的小算盘，一旦我迷失在他的力量中，他就会完全掌控我的身体。但高阶魔物的实力远超以往，无论我在死亡蠕虫的身上增添多少伤口，他都会立刻愈合。按这种速率进行下去，只会是重复无用的攻击。卡里姆的话是对的，但我可不是一无所知的菜鸟。既然你想要掌控我的身体，那就如你所愿。护影第9式恶魔形态显现。现在，卡里姆，实施你的计划吧，让我们狂野起来！撕开他的厚皮，彻底将他斩成碎片。物件，八方雷闪，撼天鸣。死亡蠕虫巨大的身躯重重倒地，我才终于相信，我真的变强了。这1个月以来，我虽然不断的猎杀魔物，痛饮鲜血，实力也一直不停进步，但总让我觉得不满足。这个高阶魔物的躯体才是我成长的最好见证。前线的时光忙碌而充实，每天都有新的战斗。父亲斩下最后一只鹰怪的头颅，得到无人伤亡的回复后，才命令回忆：你是如何适应前线生活的？面对父亲的询问，我每天都在不断的学习到新的东西。父亲，只是这样吗？我还以为你会早早回家，没想到你竟然坚持了这么久的时间，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明天来我的帐篷，我有话跟你谈。我从未见过如此和蔼的父亲，忍不住有些失神。第2天，我从睡梦中醒来，就浑身酸痛不已。这一次体力竟被卡里姆彻底榨干。恶魔之刃的力量果然强大，但只有我将身体的控制权交出去，卡里姆才能最大程度的使用他的力量。但如果我放松警惕，身躯就会完全被他占据。如果是1个月前，我的身体肯定会立刻垮掉，让他去干掉那样一个怪物，实在是太疯狂了。卡里姆开始喋喋不休，我现在明白了，孩子只是你的外表，你不说话和行动时，根本与你的面貌不符。而且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你使用和掌握我的经验太熟练了，更不用提你还对从来没有来过的地形如此熟悉。尤其你的剑术，好像至少修炼了30年。你好像说过你死过了1次是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是一个重生者对吧？我看着卡里姆得益于他的推理，这些我之前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事实很明显不是吗？这话立刻让他炸了毛，你解释的不够详细。可是雾影的能力不惧围攻，谁又能杀得死这样的你呢？从你看向圣剑那一脸踩到狗屎的样子，我就应该猜得出来，你不是死于决斗，就是死于背叛对吗？我觉得更像是后者，所以你的目标一定是复仇。无论你要做什么，我要你牢牢记住这一点。如果你失败了，或者迷失了自己的目标，我就把你吞下去。卡里姆果然一点没变，还是和前世时一样，这才是我选择的伙伴。但我还是一如既往赏了他一个控制咒，看清自己的位置，我不是那种白痴。随即我就转身准备赴约拜见父亲，女仆艾米丽却十分担忧地告诉我，营地附近竟然发现了高级魔物的尸体。我心下忐忑，这么多的魔物尸体，我无法处理，但也没想到会被发现的这么快。我本打算在进入学校之前安静地积攒实力，我暴露了吗？如果与父亲会面时又该选择什么样的借口？父亲一如既往的直接锋利，你昨晚去了哪里？我早早睡下了。父亲为什么要这么问？他的眼神变得锋利，以他的实力未必不能看出尸体的剑很可能出自于我的剑术，但他最后还是收拢了目光。相信你已经听说了昨晚的事情，一个高阶魔物被杀，看起来像是一个神秘的刺客组织雾影干的。雾影，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组织。父亲开始讲述那段隐秘却对于我来说无比熟知的历史。我们不知道雾影组织的目的，但是他们确实以进化为由，暗杀了
无数贵族，杀人后他们会留下黑雾一般的印记。突然有一天，他们集体消失了，最后的活动停留在300年前。但是昨天那个死亡如虫的尸体却被黑雾笼罩，黑雾是黑暗之神埃鲁留下的印记，也是雾影组织崇拜的神力源头。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但我希望你能小心自己的安全。父亲竟然只通过剑痕就认出了300年前失传的剑术，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我，并在离开时要求我帮他一个小忙，而他竟只是恳求我在一起迎接皇帝时，以儿子的身份称呼他为父亲。父亲的信任深深打动了我，在我的前世，我从未感受到如此温暖和礼遇，也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会见过皇帝陛下。帝国的皇帝从近距离观摩时，并没有传闻中那么高不可攀，简直像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对待我的父亲威廉维克。这就是传闻中的那个孩子吧？皇帝的目光转向了我，而这份额外的关注自然来自于紧随圣驾而来的皇室第5公主艾琳西弗勒斯。她是皇室的幼女，在代父巡查时听闻我仅10岁就出征的惊人事迹，因为年纪相仿而生起争竞之心，仰赖于她。连素未谋面的皇帝也多次听闻我前线作战的英勇，而我在看到公主的瞬间，却不由回想起前世里她的境遇。悲惨的第5公主，我虽然与她同读一所学院，但也仅只在课间见过几次面。父亲安排我照顾她的安全，我了解这份安排的意图，上一代的坚固友谊，希冀由新一代延续。公爵之子与皇室之女，既是友谊的延续，也是牢固的政治羁绊。我不忍拒绝这份信任和好意，但父亲，你不知道的是，你选错了人，我和他注定不可能成为朋友。虽然我不能100%确定，也许未来真的会因我的重生而变得不太一样。公主艾琳突然问我这条河为什么这么红，我则耐心地回答，这是一条横贯勒米亚山谷的血河，年老或者受伤的魔兽无法再参与严酷的生存竞争，就会选择跳入这条河中，他们的血液和尸体慢慢融入，因魔力的分解，河水就变成了红色。你是说这河里全是魔兽的体液和血液是吗？我给予是的答复，而且魔兽还会继续在这条河里饮水洗澡，太恶心了。他又好奇地问我河的尽头是什么，是恶魔王国。顺着河走下去，你甚至可以看到魔王，虽然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但取笑它确实使我产生了一种别样的乐趣。天空的那盏灯是什么？是西边的第3个岗哨，黄色信号弹，是魔兽来袭的求救信号。就在这时，空中的警报骤然拉响，往日有条不紊的战略部署，却因皇帝的突然加入而变得紧张起来。帝国上午，皇帝也不例外，他拒绝了撤离的提议，要与骑士团共进退。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岗位，而公主却不合时宜地要求加入战斗。现在可没有人有时间照顾她那可怜的好胜心。克拉肯，护送公主到安全的区域。无耻，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位公主？这就是我不喜欢她的原因。我忍不住朝她怒吼，公主殿下，你知道因为你的一次小小任性，有多少骑士会为了你的固执付出生命，会导致多少士兵的无谓牺牲吗？一个小小的疏忽就足以决定你在战场的生死，你可以担负起这一切吗？肩负起所有战士生命的责任吗？公主艾琳此刻委屈的双眼含泪，如果你要哭得像个孩子，就趁早回去吧，公主殿下，因为我非常清楚，战场是属于觉悟者的天下，可不是小孩子的游乐园。大战一触即发，感谢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我每击杀一个魔物都要饮下他们的鲜血，殊不知却因此招来了最强大的魔龙。成群的魔兽突袭了营地，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目标其实是我。随着皇帝使出8星级魔法神圣闪电，营地的防御战也终于告一段落，我们打退了魔物的进攻。皇帝在战斗中的表现确实熟练的像一名战士，我不仅怀疑起他的职业，当皇帝或许更像是他的爱好，以他的魔法造诣，甚至更适合魔法协会的会长一职。而他在与父亲的私下聚会时，比起皇帝这个身份更让他在意的，却是身为人父的责任。我的父亲在前线时滴酒不沾，这让皇帝感慨一人独饮的寂寞，并赞叹他的自律。当说起帝国的境况时，却表现出一丝担忧，因为最近贵族被暗杀的情况激增。虽然所有被暗杀的贵族都是腐败官员，但还是引起了局势的恐慌和焦虑，而所有暗杀的现场都一致遗留下了黑雾的痕迹。父亲表示，营地周围也发现了相似的踪迹，看起来雾影的追随者又开始了活动，情况开始变得复杂。皇帝感谢了父亲的尽职分忧，并表示仍需要更深入的调查，但比起这个，还有另一件事情担忧，朝野间有些胡言乱语，他们指责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公主艾琳的责任。皇帝一直在压制这些无稽之谈，但现在有些情况已经可以确认，有些隐藏在暗处的势力想要利用艾琳，所以现在以一名朋友的身份，而不是皇帝的身份，请求父亲答应他，如果他死在了前面，请务必保证艾琳的安全。父亲也郑重地应下这份允诺。第5公主艾琳西弗勒斯与她尊崇的血脉不同的是，她的母亲只是皇帝的情妇。皇帝一共有2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下第2公主之后离世，而现在的妻子是帝国公认的杰出法官，他们一起生育了第3、第4皇子。由于艾琳的私生女身份，她一直被大家另眼相待，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皇权装饰品。虽然她一直比别人更加刻苦学习，努力担负起身为皇室成员的责任，也让自己把旁人的轻视当作不存在，但前世的她还是被别有用心的人诬陷为叛国，剥夺了皇室公主的身份，还被赶出了帝国。有传言她后来流落到一座空无人烟的小岛，身染重疾而离世。悲剧的第5公主，这是世人最后的称谓。父亲在前世里一直教导我为家族而活，并且控制自己的野心，如此才能有幸福的生活。但重活一世的我却知道，这与野心无关，这就是所谓王室政治，弱者只会成为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与他本人的意愿毫无关联。白天的战斗终于结束，而我第一次执行护卫公主艾琳的任务，最后也以不欢而散而告终。当我回到帐篷时，艾米丽不敢置信地看向我，这样结束了吗？少爷你这么直男，可是要单身一辈子的。我不想为此解释什么，仍像往常一样嘱咐他为我的外出打掩护。一道身影却出现在了我的帐篷前，竟然是公主艾琳。如果你不忙的话，
可不可以留一些同我说话的时间？我还未来得及反应，艾米丽已经将他请进了帐篷。你来前线多久了？1个月。我生硬地打断公主的寒暄，开门见山地问：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大概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见过我这样粗鲁直接的人。艾琳请求艾米丽为我们2人留下一些独处的空间，而艾米丽却在离开时还要抛下一句：祝你们相处愉快。2个10岁小孩之间的八卦，你也这么感兴趣吗？艾米丽。当艾米丽离开后，我却没有想到，艾琳竟主动为她之前的行事表示抱歉，称那种任性有失她的皇家风范。我也为自己的粗鲁向她表示歉意。在我的前世，我与她从未深交，此刻我才对她的性格有所了解。她是想和我做朋友吗？艾琳继续诉说着：你也要进入皇家学院了吧？让我们成为……我再次打断了她。对不起，我想我对于你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帮助。如果你是想要来交朋友的话，请你离开。对于一个10岁的女孩来说，我的态度过于苛刻，这一切自有我的理由。艾琳终于忍受不了我的粗鲁，眼含泪光地说：我只是想和你好好相处，但你太严厉了。难道你也认为我只是徒有公主的空壳？你果然也认为和我做朋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抱歉浪费了你的时间，我想我太天真了。你和阿谢尔先生完全不同。听到他的话，我瞪大了双眼。什么？阿谢尔？我拉住艾琳的手臂，因为太过用力又让她眼角泛起了泪花。你刚刚提到了阿谢尔，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我的反应吓坏了他。去年在参观皇家学院的时候，他建议我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只要做我自己就行了。我又忍不住想起了哥哥阿谢尔的风格，建议我比谁都了解。阿谢尔待人比任何人都要友善，但这具面具下却隐藏着他恶魔一般的意愿。一定是在他见到艾琳的第一眼，邪恶的念头就已经在他头脑里酝酿。一个操纵和加害艾琳的计划已然成型。可怜的第5公主竟然还怀念阿谢尔这条毒蛇的友善。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警告。然而我话还没有说出口，艾米丽就急匆匆冲了进来。少爷，快跑！比他的报警声更早到来的是高阶魔兽的袭击，一只高阶食人魔竟然出现在了营地的后方，真是令人惊讶。这些魔物应该不会突破防线到后方营地才对，尤其是现在出现的死虫和食人魔，他们一般只会出现在山谷深处。现在的情况与我所熟知的经验完全不同，一切都显得极不寻常。是因为我的缘故吗？少爷，我以为你死了。艾米丽的表情真是丰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少爷。原来就在刚刚，房顶直接炸开，我迅速将艾琳扑倒，躲开掉落的房梁。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亲手击杀过魔王，但此时此刻，我却感觉自己可能会丧生在一只普通的巨魔手下。艾琳此时却还担忧护卫骑士的安全而自责不已，但护卫并没有死，也在此时赶到了现场。当2位帝国骑士信誓旦旦承诺会以生命护卫公主的安全时，却没有注意到身后一只巨手袭来，其中1名骑士当场领了盒饭。情况危急，我立刻冲到了艾琳的面前，我有责任保护她的安全。况且从刚刚我就一直有怀疑，这一切反常的背后恐怕是因为我的缘故。这些魔物像是闻到了某种气味，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艾琳，而是我。这魔物想要的是我，我来引开它。你们带着公主离开。随着我的命令下达，最先动身的是艾米丽，她逃跑得如此迅速，像是早就在随时准备着。刚刚是谁口口声声说永远不离开我呀？艾米丽，由不得我多想。食人魔的攻击接踵而来，我且战且退。为什么这些高级恶魔会被我吸引？你终于发现了吗？恶魔之刃卡里姆发出阴恻恻的笑声。你为了变得强大，喝了太多的恶魔鲜血，隔再远魔兽们也能闻得到你身上那浓烈的气息。卡里姆的话无疑是对的，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告诉我？你难道忘记了？我想要的从来都是你的身体啊！这不省心的卡里姆又要敲打。无论多少次，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不在乎。无论要斩杀多少怪物，尽管来吧！我一跃而起，朝向巨型食人魔发出最猛烈的攻击。食人魔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现在既然无人观赏，就让我们品尝一下高阶魔物的鲜血滋味吧，这一定会是一场盛宴。然而下一刻，巨大的风声打破寂静，一道庞大的身影立于山谷之上。我不敢置信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魔物，这是一条魔龙。卡里姆立刻纠正了我，不，那只是一条幼龙。我猜他也闻到了你的味道。我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龙在这里的原因丝毫不重要，因为它也在我的食谱里。恶魔形态显现，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抓住这条魔龙，不是吞噬它。而此时在营地的另一边，皇帝带领着骑士团打倒了最后一个入侵营地的魔物，才终于有时间关心公主和我的安危。高阶魔物竟然埋伏在营地的后方，而袭击发生的当时，公主艾琳也在场，所有人都不禁为此担忧。虽然第一时间下达了救援的指令，但后方2个孩子的安危仍然牵动着2位父亲的心。帐篷周围仍然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这没什么，我相信你也很担心你儿子的安全。公爵当即表示不用担心他的儿子，眼下最重要的是公主的安全。身为维特家的男丁，必须自己照顾自己。谈话间，公主安全抵达，她立刻扑到了皇帝的怀里，并哭泣着请求前去救我。在护卫和艾米丽的讲述中，大家终于了解到，我为了掩护众人撤退，主动留下来当诱饵。公爵父亲的脸色一片铁青，冷漠的外表下仍隐约透露出对我的担忧。护卫骑士提议现在就前往营救我，他仍记得最后事发的位置，但意外的是，父亲却拒绝了这个提议。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是赶紧修复军队的防线，如果营地陷落，那么魔兽就会入侵整个大陆，这是防止更多伤亡的唯一方法。我的儿子尽了他的义务，帮助公主撤离，这就是背负维特家族姓氏的觉悟。在场众人无不惊讶万分，而艾琳更是再次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之中。又是因为我吗？然而下一刻，一道响彻山谷的吼叫震撼了众人。这个声音，众人皆朝天空望去，血色的月光下，一条2翼挥展的魔龙跃空而过，巨大的翅膀遮蔽整个天空。一条魔龙，在魔龙的翅膀上
赫然有一个人紧紧环抱在魔龙的躯体之上。他来了！父亲为了阻止闯入的魔龙肆虐，竟然使用了8星级禁咒魔法天堂圣剑。可他不知道我也在龙背上啊，这道魔法会将我一起杀死的。我理解这种做法，魔龙作为稀缺高贵的物种，被称为最接近造物者的生命，普通人根本无法抵挡它的威势。一旦闯入营地，所造成的伤亡将难以估量。能遇见这种传奇生物是我的机遇，可为什么它要飞跃到所有人的上空？这样子我根本不能使用恶魔能力显现。如果在这里使用恶魔的力量，等待我的唯一结局只能是作为异教徒被烧死。我第一眼看到这条魔龙时，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我必须吞噬掉它，这一定能使我的实力实现飞跃。挡在我和魔龙之间的还有数不清的高阶魔物，现在可没有时间陪你们玩。恶魔形态显现，物件冲雾风暴。随着实力的提升，我也对物件技能的使用也更加得心应手。我真的变强了。拦在我与魔龙之间的魔物被清扫而空，我终于站到了他的面前。他确实还没有完全长大，从体型长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忽然巨大的光芒在他的口腔内闪烁，下一秒一道巨大的龙息朝我喷射而来，我急忙闪身躲过。果然是高傲强大，这也点燃了我的战意。竟然刚见面就朝我吐口水，那你就等着用你的脸来迎接我的剑刃吧。我高高跃起，巨大的斩击精准命中龙的眼眸，凄厉的龙嚎响彻天际。然而下一秒，魔龙竟立刻忍痛朝我飞来，长长的冲角犹如钻头一般可。糟糕，身在半空中的我毫无躲避的空间，他竟然如此狡猾，故意露出破绽引诱我攻击。然而抱歉了，雾影刺客可不是只懂闪避的影子，而是以战为首的疯子。物件八方雷鸣，灯笼。借助技能的连续闪击，我以退为进，在魔龙身上疯狂增添窗口。然而只是这些交锋，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大概还不能斩杀一条魔龙。光是奋力的斩击已经让我的肩膀酸痛，而魔龙却还没有受到任何致命伤势。但我战意不减，因为我仍占据着速度的优势，即使拖入消耗战，最后的胜利依然是我。现在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魔龙再次朝我飞扑而来，但我已经吃过它的一次诱敌，可不会再上第二次当。我严阵以待。然而下一刻，魔龙却忽然调转了方向，朝着远方飞去。他居然选择了逃跑，这一下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回来！你就这么践踏龙族高傲的血统吗？回来战斗啊，懦夫！我自然不允许他轻易溜走，这种机会绝不会有第二次。我飞身跃起，挂在了魔龙的躯体之上。然而光是遇见他，可能就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好运。他竟然只往人多的地方飞。恶魔之刃卡里姆一直催促我动手，然而我却知道，一旦我动身暴露了恶魔的力量，等待我的绝对是火刑架。卡里姆越来越急躁，难道你就这么一直挂着，一点事都不做吗？别吵，我仍在思考。然而下一刻，下方的动静打断了我们的争吵。父亲竟然要使用8星禁咒，他不知道我也会被卷入禁咒范围吗？父亲，你果然无愧于大陆守护者的称号。高射炮打魔龙独此一家。魔龙也意识到了危险，在空中疯狂闪避。此刻我也完全转换了立场。龙兄，你做得好，继续保持规避姿态，不要停。我的性命也跟魔龙拴在了一起。然而下一秒却又陷入了绝望。这次攻击躲不掉，巨大的冲击袭来，我犹如断线风筝朝地面坠落。真不敢相信，我最终还是错过了这次的全龙宴。你要等着亲吻地面吗？无论如何做些什么。卡里姆焦急的声音催促着我，但我仍不愿意在众人注视的高空中显现恶魔形态。随着坠落的加速，终于我发现了一线生机。卡里姆此时也看到了那条血河。主人，你不会想要坠入那条满是屎尿的河里吧？我坚决反对，反对无效。我一头扎入河水之中，这条河的气味确实糟糕无比。等好不容易爬上岸，卡里姆已经陷入了自闭。别和我说话，我现在正在考虑怎么杀掉你。别担心，卡里姆，等我们回去之后就会清洗干净。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来到了恶魔王国吗？我心下一惊，但还是出口安慰，不用担心，我们在这里不会碰到更高级的恶魔。然而下一刻，一个声音打断了我。我就知道这里一定会有有趣的东西在等着我。你是人类吗？我瞪大双眼，这个声音我永生难忘，是恶魔王国魔王维卡里昂。因为魔龙来到了魔王的领地，所以他才追寻过来巡视。他无法相信一条魔龙会被人类打败，即使那是一条幼龙。但更令他在意的是一股神秘而熟悉的气息也在那个方向出现，而他身旁的恶魔管家却更清楚，那个方向是人类的边界。当前人类和恶魔还是和平状态，所以不宜制造任何事端，请不要仅仅因为无聊就杀掉那里看到的所有东西。恶魔魔王满口答应，可身躯早已飞出100米开外。在我的前世，所有亲眼见过魔王真容的人都说他本身就是邪恶的化身，而我和他自始至终敌对，所以更加认同这一点。但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他，却好像与前世的印象有所出入。我在问你是不是人类，不过看你的架势，你是想和魔王战斗吗，小孩？我毫不迟疑一剑挥去，却连边角都没有擦到，他仍然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我听说你是一个潜力无限的人，看起来传言不假。我内心里估量着敌我的差距，对上魔王维卡里昂，我毫无胜算，唯一可行的只是逃跑，而逃跑的成功几率也不足20%。此时我也在怀疑究竟能不能从魔王手中存活。然而下一刻他却直接躺倒在地上，轻松点，即使我是个混蛋，也不可能对一个小孩子下手。你看，我真的不会做什么。如果你害怕，我们甚至可以躺下来交谈。现在我重新再问一次，你是人类吗？我内心一阵无语，没想到魔王竟很健谈。你是第一次来恶魔王国吗？你的气场有点奇怪，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吗？但感觉你好像很了解我。我再次回应，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他则表示，我们确实不可能见过面，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人类。看着他那轻松的态度，这真的还是我记忆中那个魔王吗？我在巡视领地时，感到一股奇怪的能量。巡视？对，身为魔王，我被赋予了巡视我统治领地的权利。你不震惊吗？你难道没有听过魔王的名字吗？你妈妈没有在给你讲故事时提到过，如果不乖魔王就会把你带走吗？
看着他的表现，我忍不住满脸黑线。这不可能是我认识的那个魔王。如果与我前世的轨迹一致，那么魔王入侵应该是不久之后的事情。但他现在这个样子，根本不像是会做那种事的人。如果他现在表现的并非作我，那么一定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发生，改变了他。想到这里，我反问他：身为魔王，你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问这样的问题确实十分大胆，但他还是回答了我：我没什么要求，只希望自己的子民吃得好，过得好。但即使是这么简单的要求，如果有人想要阻止，我就会把他们全部杀光。毕竟这可是我的职责所在啊！那一瞬间，我确实在他身上见到了前世魔王的身影。一个念头疯狂闪现在我脑海，我要阻止他成为那样的一个杀戮机器。魔王，你想做个交易吗？我抛出了我的提议。一些威胁到你的子民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我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那件事会导致人类和恶魔之间的战争。答应我，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挑起战争。虽然我的言语毫无根据，但郑重的神色却还是打动了他。就算我认为你说的都是对的，你又拿什么回报呢？面对他的质疑，我毫不退让，我会帮助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帮你。李昂再次慎重地打量起我，你的内心藏着一些秘密，告诉我你的名字，我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入侵人类的领地。你也必须信守承诺，因为对于恶魔而言，契约承诺高于一切。在我们互换姓名的一刻，契约就已签订。没想到魔王真的会答应这场交易，除非他内心确实根本不愿挑起战争。交易达成之后，我跋涉数天，终于得以返回维利亚斯。在被边境的巡查队救援之后，我也收获另一个别称，从魔龙口中生还的男孩。我被安置在一个临时的军事医院，而在我养伤期间，公主艾琳竟独自来到我的房间，而她的话也让我震惊一整年。你愿意成为我的吗？什么？驸马吗？翻译不易，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我只是见到哥哥的第一眼就想要杀死他，只因为重生前的我为了他尽心尽力效忠了20年，却遭遇了无情的抛弃和背叛。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向他复仇，但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见面会如此之快。自恶魔王国归来之后，我就一直在养伤。公主艾琳却突然冲进我的房间，你愿意成为我的人吗？懵逼的我一脸懵逼，这句话实在太有歧义了。他究竟是想我成为效忠的骑士，还是缔结婚约的驸马？而这两个要求，无论哪一种，此时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他真让我感到有些烦躁了。毫无疑问，他是那种善良却无能为力的好人，但相比于此，他一直是我为同龄人而互相攀比，那种强烈的寻求认同的态度却更让我困扰。重生后的我明显很清楚，有些糟糕的事情将要发生在他身上。我也一直在思考阿谢尔在他的悲剧结局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一切不是为了艾琳，单单只为这个原因，我也不会做事。但我说出的话却依然不留情面。你说的很对，你确实不能为我带来好处。事实上，无论任何人处在你那样的位置上，都只能如此。你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也总是不合时宜的做很多事情。如果我跟你走得太近，只会是无尽的麻烦。但是我期待你变得更加优秀，也会一直关注着你。我希望你不会对我的决定感到过于失望。然而他的反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很快从我扎心的言辞中恢复我。只要我进步到一定程度，你就会认可我，对吧？那你就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强大到你无法忽视。还有，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内心一阵无语，果然是小孩心性，竟然那么快就又高兴起来。几天后，在前线后方营地的森林里，一个男人在快速的行进，只是停下来休整了片刻。他的背后忽然传出森凉的声音：“就是你从前线走私恶魔之血吗？”雷纳德。他惊恐地发现自己被奇怪的气势压制，浑身无法动弹。下一刻，我的身影从树林里走出。这一年里，我一直在调查恶魔之血的流通源头，但直到看见雷纳德手中的次元储存盒，才明白他们究竟是怎样躲过我的视线，从前线流通到后方的。像这样小体积的维度盒，只要输入魔力就可以支持无限的储存容量。这件物品出自于迦兰魔法协会的手笔，但据我所知，这个时候他们理应还没有在市面上流通。所有痴迷魔法的魔法师都会聚集在迦兰魔法协会，他们致力于魔法的起源和改进的研究，是一个渴望超越人类极限的群体。目前他们正在制造一些比较有用的物件，比如维度盒。但不久的将来，这些研究狂就会用恶魔之血做出很多疯狂的事情。这一切就说得通了，因为雷纳德就是来自于加沙王国的7星魔法骑士，他不仅向魔法协会输送恶魔之血，也向帝国的内部走私，甚至连供需官都可能是他们的内线。我从他手中取走维度盒，魔兽的残肢从中倾泻而出。面对如此铁证，雷纳德仍在否认。没必要装傻，这些恶魔之血已经在黑市上流通了。我拜托爱丽丝而拿到的恶魔之血，恐怕也是通过他的途径。此刻雷纳德肝胆欲裂，他心里明白不是追究泄密者的时候，杀人灭口的念头却在疯狂滋长。感受到身体渐渐能够活动，他迫不及待地扬起手。死吧，小孩，你自己闯入了绝路，感受火焰的灼热吧。火焰吐息，火焰的爆裂席卷整座森林。雷纳德看着眼前焚烧殆尽的一切，渐生出劫后余生的后怕。看起来关于小少爷的传闻是真的，没想到我会被逼入这种境地，还弄丢了珍贵的维度盒。而就在他疏忽的一瞬间，一道剑光斩落了他的手臂，他按压住手腕，眼前出现了让他惊惧万分的黑雾。然而他的惊讶永远卡在了喉咙里，我扼住了他的咽喉，冰冷的声线毫无波动。两个选择，一是交代间谍和走私路线，舒舒服服的死；二是沉沦悲惨的深渊，求死不得的受尽痛苦。现在好好选一个吧。结束完这一切，我将雷纳德的首级送到了他的交接地点。这些走私势力依然很庞大，但我送去的这份警告应该也会起一定的作用。卡里姆不解地询问：难道你想将自己的职业从刺客转职为一个问题解决者吗？现在的行为多少有些无私，可是跟你只为自己而活的信条有些冲突。我冷漠地转身：闭嘴吧，卡里姆，我只是不想再有人使用恶魔之血吧。
我终于结束了1年的前线生活，回到了公爵府。艾米丽对此欢呼雀跃，并对接下来的学院生活表现出无比的期待。我却提不起丝毫兴趣。经历过一世的我清楚的知道，学院绝不是艾米丽期待的那种幸福的乐园，而恰恰是地狱生活的开始。那里充斥着阴谋和政治，嫉妒和攀比主宰着学院，而政治和人际关系优先于教育本身。但艾米丽对此一无所知，仍憧憬着帅气教练的传闻，并期待会收获一场美丽的邂逅。她真的是为了我而去学院的吗？我行走在府邸之中，但这里待我的态度已然不同。仆人们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轻视，个个都对我恭恭敬敬，而克兰茨更是一见面就飞似的逃走。卡里姆忍不住调侃：“这个白痴是谁？我怎么觉得你跟家人的关系如此疏远？”我摆摆手示意他不用理会，至少我跟爱丽丝的关系并不是如此，而我真正的敌对兄弟那倒确实有一个。下一秒推门而入的我瞪大了双眼，这个熟悉的气场，难道是？我浑身抑制不住的颤抖起来，果然是他，阿希尔。他依然是一脸和善的模样。我一直在等你回来，我亲爱的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不过那也难怪，毕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是我进入学院之前了。冷静，一定要冷静。但颤抖的手和目眦欲裂的双眼已经出卖了我的内心。我悄悄召唤出恶魔之刃，我要杀了他，但卡里姆却阻止了我。如果你不想死在这里，就振作一点，现在杀死他就太无趣了。理智渐渐回到了我的身上。我现在能杀死他吗？这个一直被奉为天才的混蛋，正面对抗我毫无胜算。但如果是偷袭暗杀，那种死法却太便宜了他。我收拢情绪，恭敬地向他行礼问候。你还记得我？我怎么会忘记呢？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说着还做亲昵地抚摸我的头。我默默地忍受着这份羞辱，复仇的恨意又增加了一分。我本来还担心你会忘我，但很高兴你并没有。听说你的剑术提升很快，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帮到大忙。对家族，对我而言也是。我可是专程为了见你而来。我心里十分清楚，阿希尔是那种，如果你毫无用处，他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人。既然他找我是这种原因，反而让我冷静下来。我附和着他，我也十分想念你。但谢天谢地，艾米丽的突然闯入打断了这段违心的交谈。该死，他竟然一点行李都不拿，全部丢给我。少爷，你难道不知道？啊，对不起，大少爷，你也在这里吗？阿希尔则微笑地示意艾米丽不用紧张，并表示早就听说过你们主仆之间很亲近，真是令人羡慕。艾米丽恭敬地送走阿希尔，转头又朝我大吼起来：“少爷，你应该告诉我大少爷也在这里呢。”等阿希尔走远，我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狂怒。艾米丽，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下，不要打扰我。我冲进卫生间，那种违心的谈话实在令我作呕。卡里姆，为什么要阻止我？这对你来说可是一个好机会，趁我发狂时夺取我的身体。卡里姆的声音也充满了嘲讽。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吗？别搞错了，我只是想让你的复仇怒火越烧越旺，这样吞噬的时候才更加美味。我勾起嘴角，这才像你啊，卡里姆，嘴巴永远不饶人。而与此同时，在府邸的另一边，阿希尔的近侍正在汇报。依照您的吩咐，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小姐的踪迹，她在北方白精灵的领地福瑞纳。阿希尔默默思忖，白精灵以厌恶外人而闻名，没想到她竟然能在那里立稳脚跟。她确实拥有与人交往的才能，相比于剑术实力，这才更令他担心。继续关注他的一切动态，内侍应命，却又恭维道：“您看起来比先前更加耀眼了，是跟小公子的见面很愉快吗？”阿希尔哈哈大笑起来：“愉悦吗？不，准确的说是有趣。事实上，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糟糕。”阿希尔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让内侍打了一个冷战，匆忙致歉。而让阿希尔心情如此糟透的原因，是我的那双眼睛像是盯着一声宿敌一般，不论这一闪而逝的表情是不是错觉，都让他十分烦躁。他再次吩咐内侍留心我的一切动态，无论你在隐瞒着什么，我一定要把它找出来。翻译不易，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这最简单的入学基础测试，我就惊呆了学院里的所有人，只因为我不光物理强度是 F， 暗元素的亲和度更是高达 92%。要知道，即使是打破了学院纪录的爱丽丝，被称为上帝宠儿的天才，直到毕业时也才只有 88% 的水元素亲和。校长更是听闻皇帝有意让我与五公主结亲，这下连他都对我的未来好奇了起来。对于帝国而言，我究竟会是英雄还是灾难呢？终于要踏上去学院的旅程了，但艾米丽却对此失望不已，只因为学院只允许携带一个骑士随从，而不是女仆。她此刻向我抱怨着内心的不满，然而我对此也无能为力。看到我将要动身，艾米丽更加失望。你就这样离开吗？我心里清楚，她是希望我能说几句离别伤感的话语，来抚慰她的内心，但我仍沉默着，一言不发。看着我的马车渐渐走远，她终于忍耐不住大喊：“少爷，照顾好自己，即使在学院被欺负，也千万不要沮丧。”这就是艾米丽。忘记是在我8岁还是更早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屡次昏厥，没有任何人在意我的生死。那个把我背在背上，冒着磅礴大雨挨个敲开医生房门的人，正是艾米丽。她当时也比我大不了几岁，无助的她在雨中边跑边哭。如果不是她，我早已经死在了公爵豪宅里的某处。她是我所珍视的人，对我而言远远并非只是一个侍女。但不善言辞的我从未将这种感情表露过，就连道别也是。艾米丽，在家里乖乖的，不然我就会杀了你哦。艾米丽视若未闻。什么？太远了，我听不见。我收回目光，在马车里沉思起来。6个终极骑士，只为护送一个人去学院，会不会太多了些？我有预感，一些糟糕的事情将在前方等待着我。临近黄昏，车队停在了一片丛林之中。为首骑士上前报告：“少爷，我觉得应该在这里扎营，预计明天早上可以到达中部城市萨福恩。好，如果你一切准备妥当，就来通知我。”等他走后，我的表情变得冷峻起来。他在撒谎。萨福恩附近根本没有这样的森林，而且这里太过偏僻，也不是扎营的好地方。看起来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动手了。
不过一会就传来了一切就绪的汇报。我神态自若地走出马车，6名骑士已经拔出武器将我包围。我想知道这一切都是谁在背后主使。迎接我的只有沉默和冷笑。你已经不需要知道这些了。死人是不必拥有好奇心的，只需要静静站在那里。我会让死亡到来的不那么痛苦。说完，他高高跃起，使出全力朝我的脖颈挥砍而来。他惹恼了我。下一秒，一颗无主的头颅高高飘荡在空中，众人皆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现在我再问一遍，是谁在背后主使？在骑士们惊恐的眼神中，血红的剑光不断闪过，每一次闪动就收割走一名骑士的生命。那道绚丽到极致的剑光，也是如同死神的丧钟敲响。为什么你们都站立不动呢？难道杀人时没有预料到自己也会被杀吗？剩余的骑士才想到拿起武器抵抗，但毫无用处。转眼只剩下一名幸存者，他转身飞似的逃跑，再没了战斗的勇气。但下一秒，我掷出了恶魔之刃，所有骑士全部倒下，这让一直呆愣在原地的车夫回过神来。这真的是一个11岁孩子可以做到的吗？这才是他与龙搏杀之后能够幸存的原因吗？他瘫坐在地，这个任务从一开始结局就是注定的。这个少年根本不可战胜。看着我不断逼近的身影，他疯狂大喊：“是夫人玛格丽特，幕后主使就是他！”我停住身形，这一切太简单了吧？在强烈的求生欲促使下，他不断交代：“是克兰茨少爷请夫人帮的小忙。我们从府邸内流出的兄弟不和的传闻，推测真相就是如此。少爷，你会怎么处理我？你会杀了我吗？”我回忆着克兰茨匆匆逃走的身影，暗暗将这份仇怨记下。但你看起来不像那么难过的样子。是我们先刺杀你的，如果你要因此杀我也是应该的。我没有权利怨恨。听闻此话，我反而收起了杀掉他的打算。况且他驾车的技术确实很好，好好驾车，无用和没有存活价值之间是有区别的。而在另外一边的公爵府，夫人玛格丽特暴跳如雷，竟然失手了，1个失踪，6个尸体。你说过一切会万无一失的，遭受如此严厉的指责，管家也只能默默忍受。我们低估了小少爷，这一切一定是幕后有人帮助。如果您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派人到学院。住口！玛格丽特厉声制止。在我打败克兰茨时，他曾破口大骂我的母亲，于是离别之际，我曾赠予了他一个警告。他脑海中此时也浮现出那可怕的眼神。你也不想克兰茨无法活着从学院毕业吧？这个小子一定会对克兰茨出手的，就此打住吧。除掉一切知情的人，一定要确保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而他们没有发现的是，躲在角落的一个人也将这一切尽收而得。离开萨福恩已经有10天，我预习逃生的消息应该已经传到了公爵府。既然他没有安排额外的行刺，这就代表着我也将安全的抵达学院。再次踏进这所学院，不由得让我感慨物是人非。他给我留下的回忆绝对称不上美好，但不得不说他确实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我在学院的登记处地上加灰，但只是这简单的动作却让接待的小妹紧张了起来。她告诉我需要住在指定的宿舍，并且在2天内参加开学典礼和基础测试。而看到她递来的钥匙，我也有些惊诧莫名，这是认真的吗？随行的车夫布莱恩更是惊掉了下巴，为我分配的宿舍竟然在皇家大厅。在我的家族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被分配到这里，所以这一切一定有人在背后操控。但现在也想不出什么头绪，是时候处理一下布莱恩了。他在旅途中一直为我担负下属的工作。你的工作结束了。看到我将手伸入衣袖的动作，已经将他惊得一身冷汗。虽然一路上他一直尽心尽力地服侍我，但也同样是担惊受怕了一路。他终于要杀了我吗？但下一刻我拿出的却是一袋金币。无论你接下来要去哪里，这些钱应该都足够你重新生活。当然为了你自己考虑，最好不要再回维利亚斯。看着我离去的背影，布莱恩怔怔出神。下一刻似是做了某个决定，他突然单膝跪地，郑重宣誓：布莱恩·肯德雷克，正式的维利亚斯骑士，我宣誓一生为你服务。所以他是一名骑士，而不是一名马车夫吗？他则尴尬地表示，身为一名最低等的骑士，只能做车夫之类的工作。但我的父亲曾经教导我，如果我发现了一名值得追随一生的人，应该毫不犹豫地效忠。我直接反驳道：多么愚蠢的想法呀！你就不担心我有一天会被刺你吗？他支支吾吾地表示，即使你这么做，我也依然。我制止了他的话语，千万不要想背叛我。而我给他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不要在开学典礼时喊醒我。我只参加基础测试。在皇家学院的院长办公室内，教官塞利卡正在向院长汇报着基础测试的数据，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是艾琳·西弗勒斯，法力等级2星，身体等级 B， 元素光52%；塞斯·查哈坎，法力等级3星，身体等级 A， 元素杀71%。这些天赋都足够令人惊讶，但最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是这个少女，法力等级1星，身体等级 S， 元素按92%。即使是被称为上帝的宠儿的爱丽丝，毕业时元素亲和度也才只有水系的88%。维特家的柚子再次刷新了学院的新纪录。教官则有些担忧地表示，元素亲和是暗属性，暗属性的特征是混乱，这确实值得注意。但院长接下来抛下一个更加重磅的消息，他的宿舍被分配在皇家大厅，是帝国皇帝亲自指派。这个小孩从前线救下了第5公主，皇帝有意撮合这门亲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院长的声音肃重而沙哑，被称为失败品的第5公主和维特家最具天赋的子嗣结合，这一定会让继承权冲突加剧，帝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分裂甚至内战。但现在还不用考虑这么长远，我们要做的就是见证这一切，看看这个孩子带给帝国的究竟是拯救还是毁灭。皇帝对于继承权的考虑，更多的是基于身为父亲的责任，而不是皇帝的义务。他努力将子嗣间的实力平均，以为这样就能确保所有继承人的生命安全。但他温厚的性格
此时却成了拖累帝国的锁链。只要每个子嗣的支持者都能看到继承的希望，那么冲突永远不会结束。在我的前世，继承权的战火蔓延了整个帝国，而这个结果与皇帝不合时宜的善良有着莫大的关系。92%，我前世也只达到了80%的暗元素亲和，看起来是喝了太多的恶魔之血的缘故。正在我凝神思考之际，却迎面撞上了克兰茨。见到一个本应该死在半路上的人，一定让他惊惧万分吧。而他旁边的伙伴此时也发声了：“这就是你常说的可以当做奴隶对待的孩子吗？”克兰茨此时却恨不得捂住他的嘴。多普尔一个王国侯爵之子，在前世里便与克兰茨一起欺压我为乐，真幸运啊！今天能在这里遇见他。他无视克兰茨的阻拦，让开，这种家伙就应该教训一顿。克兰茨仍想试图缓和气氛，毕竟他可是见识过我的实力。但下一秒，已经不需要他做什么了。我飞起一脚，直接将波普尔踹翻在地。翻译不易，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学院里表面温善的美女教官，竟然是刺客组织的堂主。她见到我第一面就和善的请我喝茶，当然茶里有毒，没想到竟然还能在学院里碰到克兰茨。但现在我们两个的处境已经与前世的境遇大不相同，我们为什么不谈一谈呢？克兰茨，我轻轻的附耳低语，我不在乎你在背后搞什么小把戏，但如果你再在我眼前出现，我就会让你坐在轮椅上毕业。看着克兰茨惊恐的表情，我的心里升起了一丝丝复仇的快感。在这里的生活一定会比前世有趣多了。在富丽堂皇的图书馆内，学院教官塞利卡出现在惯常停留的位置，他手指抚过书架时才发觉摸了个空。这里本该有一本无人在意的冷门书籍，但现在那个位置空空如也。一个声音突然出现：“你是在找这本书吗？”他心里骤然一惊，我竟然被人近身却毫无察觉。这个小孩只是静静站立在那里，却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看起来院长关于他的评价还是有些保守。塞利卡再转过身，已经是若无其事的样子。谢谢，这确实是我在找的书籍，对我的研究真的很重要。不过这里不允许学生进入，你是知道的吧？我把书册递了过去。这本吗？当然，本来就是要交给你的。但下一瞬，光芒闪过，书册被一分为二。我险之又险，躲过这快速一击。塞利卡手腕弥漫着诡异的黑雾，但对于这种变故，我却是心知肚明。我直接唤出了他的全名：塞利卡·尼格里希。这使他惊讶万分。表面上他是学院的教官，实际身份却是雾影刺客组织的堂主。在我的前世，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很普通，但是他却表现出了对我的额外关爱和照顾，并时常赞扬我按属性的天赋绝伦。这对我这样一个受尽欺辱的小孩子来说，这种肯定弥足珍贵。所以我一直都认为他会是出现在我黑暗生活中的一束光亮，但我被欺骗了。他人畜无害的外表之下，是为了掩护他刺客的身份。这是大陆最知名的皇家学院，皇室和贵族都会把子弟派遣来这里求学。雾影组织以净化世界为宗旨，常常以暗杀贵族来达成目的，所以没有比这里更完美的情报收集地了。他散去气势，眼睛也摘下拿在了手中。去我的实验室好好谈一谈吧，你跟我来。虽然被我叫破了身份，但他的反应并没有如我预料一般，竟然出奇的平静。来到他的实验室，这里的陈设还是如前世一般没有什么变化，茶水只是刚入口，我就笑了起来。你在茶里下了毒，就该料到事情不会进展的这么顺利。他丝毫不介意被我揭穿，也微笑着回应：别担心，不是剧毒，只会腐蚀人的器官罢了。这点毒自然不会对我起作用，因为我喝了太多的恶魔之血，也是能从艾米丽的黑暗料理手下存活的男人。也许下次你该试一下更强的毒药。试探结束，他也收起笑容。现在是时候谈正事了。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你不仅知道我是通过那本书来接受行动指令的，而且还准确无误地找到了书的位置。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也是雾影的一部分吧？我反问道。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最近贵族被暗杀的情况激增，现在他们每次出门都要带5倍的护卫，所以净化行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见塞利卡仍在否认，我只是暗杀活动。你在说的是可是一些会威胁生命的话，所以你是在威胁学生吗？下一秒他脚下发力接挨而起，茶桌朝我迎面冲来。我觉得这些已经足够证明我的身份了，所以这就是你的回应吗？我握起双拳，将桌面一分为二，视线遮挡下的塞利卡已经飞身跃起，如鹞子翻身一般，手持双刃发动背袭。即使你真的是雾影的一部分，但从我晋升为堂主起，就绝不可能有我不认识的成员。你的谎言对我无效。双刃如斩翅一般，轻响声刺破空气。我不会让你离开这里的。塞利卡的眼中竟然也闪烁着嗜血的疯狂。我唤出恶魔之刃，本想通过谈判来说服他，但现在好像别无选择。兵刃交击的声响不绝于耳，同样都是以快打快的刺客，一个失神就有可能命丧当场。塞利卡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眼神的惊诧再也无法掩饰。等等，你手中的匕首难道是恶魔之刃卡里姆埃鲁大人才能使用的那把神器？我收身站定。你现在相信我了吗？我知道雾影现在正在寻找继任者，再次被我叫破组织的绝密任务。他不由冒出冷汗。你一直寻找的人，现在就站在你面前，带我去见埃鲁。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前世的我以最强雾影刺客名号纵横大陆，今世我究竟还能不能再次获得黑暗之神的认可呢？终于踏上了面见黑暗之神的圣坛，但鬼知道前方还会有什么考验等待着我。只是刚刚踏入密室，就遭到了袭击，恶魔之刃卡里姆都忍不住显现出全部真身，想与对手一较高下。在出示了埃鲁的信物之后，塞利卡带我来到了组织的秘密据点。谁能想到雾影组织的圣坛竟会与高手云集的皇家学院坐落在同一个城市？他打开封印，我平静的神态虽然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但他还是指出了通往圣坛的道路，并且告诉我剩下的路只能我一个人前行。刚踏入密室，
我就意识到自己进入了黑暗之神埃鲁的领域，这里可以隔绝一切的能量波动，空间也比外面看起来更加宽敞。突然之间，空气中的异响引起了我的注意。4点钟方向，11点钟方向，我精确地击落激射而来的暗器。黑暗中埋伏在四周的黑影也同时向我发动了袭击。早该料到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这种欢迎仪式是不是太过分了些？呼吸之间，我急速闪出包围，手中恶魔之刃疯狂挥舞，夜色之中叮当作响的声音不绝于耳。得益于暗属性的加持，即使是这样的黑暗之中，我也能敏锐地捕捉到每一次袭击，但我还是留了手，也没必要杀掉他们。科菲的暗器在狭窄的区域之间不断弹射，这已经让偷袭的刺客们心惊胆战。一切发生的太快，犹如兔起葫芦。面具刺客在不敢留手，合力发动秘技奥义死亡冲杀阵，所有刺客全部放弃了暗器，齐齐朝我冲杀而来，堵死了一切出路。我对这种阵法心知肚明，身影一旦被包围，等待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杀招。我疯狂聚集魔力，只是简单的起手式就让他们心惊不已，但他们仍不敢相信，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会使用出那传说中的杀招？奥义嗜血冲击波，这是雾影刺客独有的秘技，将嗜血用物理形式显现攻击，但杀气浓烈到我这种程度的可绝不多见。只是一击，所有刺客全部昏迷不醒，除了面前剩下的这一个，他是一个更高阶的刺客吗？我深吸了一口气，再次积蓄魔力，物件巨树冲阵，但下一秒他竟猛然朝我冲来，剧烈的冲撞截断了我的招式。什么？他竟然打断了我！我不敢置信地看向他，他脸上的面具缓缓滑落，熟悉的声音响起：“你精通我所有的剑技，无论是剑法还是秘技，都老练得不像一个孩子。我已经忍不住了，向我展现你真正的力量吧！”竟然是赛丽卡！我见过那种眼神，那浓烈的战斗渴望和嗜血的本能结合，他陷入了疯狂。我再次发动物剑影袭，缭乱的剑光闪过，但这次我却不是为了取胜，而是飞速逃离。前世我就已经见过这些陷入战斗欲望的疯子，被嗜血的本能所驱动，直到我们之间一个人倒下失去性命之前，他绝不会停止。我的臂战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战意，他桀桀怪笑着，同样是雾影步法和物剑，但他的招式更加疯狂。物剑冲雾风暴，他竟然想用群攻快招把我切碎，我可没有他那么癫狂，但既然无路可退，而且这里是埃鲁的领域所在，也不用担心力量暴露，那么即使是抱着杀死他的想法，我也要取胜。物剑恶魔形态显现，但下一秒我瞪大了双眼，竟然直接两眼一昏栽倒在地，一道幻影慢慢凝实成型。恶魔之刃卡里姆双臂环抱傲视前方，你可以先休息了，虽然我不想干涉，但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你是埃鲁的信徒，所以你能认出我对吗？为什么在这里攻击我的主人？赛丽卡急忙跪地表示臣服，我只是为了确认这个孩子究竟是不是埃鲁的继承者。卡里姆魔力爆发，你如果有怀疑也应该直接询问埃鲁，还是说这是你对我的挑战呢？赛丽卡立即转移话题，我想我们应该先关注继任者。直到这时卡里姆才注意到倒在地上流了一地鼻血的我，赛丽卡的解释也再次响起，你显现了所有的身体形态，但这是以蚕食主人生命力为代价换来的，效率可以称为低下。卡里姆不理会他话语中的嘲讽，仍试图以暴力唤醒我的神智。你已经喝了那么多恶魔之血，这点生命力消耗都经不起吗？赛丽卡却再次打断了他，你刚刚收到挑战是吗？我身为物剑的大师，雾影刺客的堂主，不会拒绝任何邀战。如果卡里姆大人真的想要与我战斗，那是我的荣耀，我根本无法拒绝。这个疯子竟然当面挑衅卡里姆，两个人都是不省心的暴力，也有着同样坚韧到不屈不挠的个性。我要教训你，到时候可不要求着让我原谅，我也希望你能把我逼到那种境地。剑拔弩张的两人一触即发，但一道威严的声音喝止了他们。够了，把继承人送上圣坛。两人都停下手中的动作，我注视着突然出现的传送门。终于要见到黑暗之神埃鲁了，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魔之刃卡里姆对我的喜爱竟然引发了老父亲的妒忌，并不惜耗费生命力为他重塑肉身。想不到堂堂黑暗之神埃鲁竟然热衷于牵梅拉线做我的老丈人，这也难怪他喜好帮助弱者的习惯会导致他失去神位的全能。这年头这么无私奉献的神可太少了。在世人的印象中，黑暗之神是邪恶无比、杀人如麻的。在这样的舆论下，任何为他辩护的行为都显得欠缺考虑。他自己也曾经说过，这是群众自己选择的道路，别人没有权利为他们裁定对和错。但等到他们用死来捍卫自己的认知时，那代价也就偿付了。任何听到这种逻辑的人都会说这太疯狂了，但我却熟知这位神之的秉性，他只是想保护弱者，为人像个白痴一样单纯。随着我提阶而上，那个王座上的身影也展现在我眼前。你知道我是谁吗？没有人比我对他更熟悉了，但他却是第一次见到我。你怎么证明是我的继承人？我相信你一定已经感知到了，我体内的黑雾能量有两种方法可以成为继承人，一种就是黑暗之神亲自将雾和赠予，而另一种就是雾和自己找到合格的继任者。在去年雾和突然从祭坛消失的那一刻，埃鲁就已经感应到了继承人出现，所以他此刻的发问只是为了观察我的反应。他的语气更加森然，但更让我惊讶的是，你竟然找到了卡里姆，即使是我也无法掌握他的行踪。看起来你跟他相处得很好。听到埃鲁提起，卡里姆却一言不发，只是眼中仍有不忿。埃鲁继续说道，如果再考虑到你那双眼睛里闪烁着远超你这个年龄的光芒的话，我想你应该是来自于一个不属于我的时间线的重生者吧。不属于他？难道我的重生完全与他无关吗？我承认了他的推测，并问出了心里的疑惑。那么是谁让我重生的？如果你认为我是全知全能的神，那你就来错地方了。其实我作为神的权利已经被剥夺很久了。
他的话是对的，这一切从他的神迹显现状态就可以推测出来。我确实不该期待在他这里获取重生的答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这总归是一件好事。一个完美的继任者来到了我的面前，我要做的工作一下就变少了。不对，应该说我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我和卡里姆脸上冒出冷汗，这才是记忆中的埃鲁，还是这么又懒又不着调。但下一秒他却突然变得神色严肃。但是你好像带了些让人讨厌的东西过来，得到了恶魔之刃还不能让你满足吗？竟然还妄想得到圣剑的青睐。我嘴角缓缓勾起，我现在可不想对圣剑做任何事情，我只是好奇，如果全世界都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圣剑会不会就变得毫无用处了？虽然我的恶趣味让他有些无语，但他还是选择遵守约定规则。那么作为你绝对的主人，我亲爱的继承者，你会选择用这些力量做什么？在前世我也被问过相同的问题，当时我的回答是，我会为我的哥哥而活。多么愚蠢的回答呀！而他们也对我的回答无动于衷。埃鲁更是罕见的对我告诫，小心，没有什么比盲从更危险了。或许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洞穿了我最后的悲惨结局。前世父亲一直教导我，服侍阿谢尔就是服侍家族，所以单纯的我将这一信条奉为圭臬。但此时此刻，我扪心自问，为了向阿谢尔复仇，我已经走了如此之远，这个目标现在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但难道我自己就没有想要的东西吗？我没有什么宏伟计划，比如创造伟大的事业，或者投身神圣坚定的信仰，但今生我要让一切变得与众。我直面埃鲁，我渴求你的力量，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埃鲁的声音犹如波澜不惊，对与错由你自己决定，但是你有信心做到绝不后悔吗？最好小心一点回答我，因为我可能会是你的回答而选择杀掉。埃鲁绝不撒谎，但此时此刻我也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我选择不再听从任何人，直面自己的本心，这就是我愿意选择的道路。他闻言也出现了片刻的沉吟，你好像已经有计划了，不能告诉我吗？我表示否定。好吧，那也没关系，只要你能彰显我的名号就行。我也没有什么疑问了，毕竟你也有够无聊的。但现在我要跟我的女儿谈一谈。闻言卡里姆吓得一激灵，下一秒就已经被埃鲁捉在手中揉搓。你从一开始就太安静了，有那么喜欢你的主人吗？卡里姆立刻矢口否认。我真高兴看到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几百岁的老生女终于开窍了吗？说着就努嘴向卡里姆亲了过去。我想对你更亲近，但我确实没什么好东西给你的小主人。卡里姆青筋暴跳，努力推开埃鲁。滚开呀！太油腻了，主人你做点什么呀？救救我！闻言我立刻将头扭向了一边，这么和谐的父女关系我也无能为力啊！眼见埃鲁的嘴唇即将触及卡里姆，无数魔法阵的光芒闪耀，下一刻从魔法阵中走出的卡里姆竟然完全显化了真身，他有了一个身体。我急忙查看自身生命力，却并没有减少，是埃鲁耗费了他自己的力量吗？刚拥有身体的卡里姆立刻暴躁地拽紧老父亲，你对我做了什么？我用生命力为你创造了一副躯体，你不想要吗？就算是为了在你主人面前争宠，也还是有一副实实在在的身体更好吧。卡里姆立刻暴跳如雷，疯狂回怼，我也只能无语地看着这一切，这份亲子关系真是融洽呀。转眼间到了第二天的学院宿舍，护从布莱恩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应该怎么处理现在的局面。处理？我欲哭无泪，不知道，顺其自然吧。但这场面怎么看都不像是能顺其自然的样子。卡里姆和赛丽卡，一个是黑暗之神的女儿，一个是黑暗之神最得力的手下，还兼任学院教官。身为教官却这么早来宿舍看他的学生，你不觉得别人会偷偷议论你们之间的特别关系吗？这是在所难免的。考虑到老师必须引导学生走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段非常合理而正常的师生关系。一个出言挑衅，一个针锋相对，好一出龙争虎斗。难道一个刺客堂主不应该行事更小心吗？主人有我一个人的帮助就够了，你滚远点，他是我的学生，我想要做什么关你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气氛越发焦灼，我偷偷溜到门口，我出去散散步。少爷，别把我留在这。不好意思啊，布莱恩，你慢了一步。文斗已经升级成了武斗。10分钟后，我来到了学院的塔楼之上，终于离开了那片可怖的修罗场。但下一秒，血液的味道却飘飞到我的鼻端，有人在打架。一个红发少年的身影重重地飞进杂物堆，咳出一口老血。3位年纪稍长的贵族子弟将他堵在了巷道。要用那个吗？哈哈，你也太……马上开始吧！一个奇异的红色光团出现在他掌中。瞧这边吧，你的朋友给你带了一点小零食，好好享受吧。住手！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你对同学太残忍了，身为贵族不觉得羞耻吗？为首的8脸少年停下动作，真不凑巧。说到贵族，我是加沙王国公爵长子巴瑞特·路易斯，你又是谁？艾琳也毫不示弱，我是帝国公主艾琳·西弗勒斯，谁的身份更尊贵一些？翻译：公主艾琳以为自己救下的只是位普通少年，我却知道她以后会是大陆的最强剑圣，因为她正是我的前世劲敌莱克西。他在没有任何魔力修为的情况下，仅凭剑术就和我打得平分秋色。看来我遇见了他的命运拐点，眼前的公爵之子巴瑞特就是造成他无法修炼魔力的罪魁祸首。那样子逼迫克莱西吞噬魔力球，才造成了他体内魔力结构的永久损伤。真不知道这究竟是源于无知还是残忍。就在艾琳搬出公主身份想要制止这场暴行时，巴瑞特却不为所动，并嘲讽艾琳只是个第5公主。帝国的权威正在削减，所以巴瑞特身为路易斯公爵长子，却敢出言挑衅皇帝庶出的5公主。
艾琳拒绝了他的握手礼，但仍坚持要继续干涉。巴瑞特嚣张不减，我觉得这之间存在误会，我和这红毛之间只是伙伴之间的戏耍，并没有欺负他，不信你可以自己问他。红发莱克西也顺从地附和巴瑞特，但一脸被强迫的表情任谁都看得出，艾琳无法无动于衷。不管怎样，我要带他离开这。就在他触及克莱西手臂之时，巴瑞特粗鲁地拦住了他。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你难道没有听到克莱西已经说了让你离开吗？即使你搬出西弗勒斯的姓氏又能如何？你只是一个弱小的女孩。突然下一秒，凌厉的风声闪了，他的身形直挺挺地摔倒在地。我丝毫没有在意被我一招放倒的巴瑞特，眼睛一直注视着眼前的红发克莱西。他真的是我记忆中的那位克莱西吗？被称为大陆最强剑客的他，此时却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前世他在学院毕业之后，就加入了加沙王国的克莱恩家族，为此甚至更改了自己的国籍。我奉帝国的命令前去暗杀他。当我潜入克莱恩城堡后，我却没有选择暗杀，而是给了他一个堂堂正正的决斗机会。也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毫无魔力的他，竟然凭借天赋和意志成为了大陆最强的剑圣。他的剑术已经登峰造极，这份毅力就足够使我产生敬意。不得不说，那场战斗确实是棋逢对手，也是我一生少有的憨斗。英雄向西也好，兔死狐悲也罢，给我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对手也仅有那么几个。但现在他如此弱势的遭受欺凌，我心里也十分不爽。巴瑞特从地上爬起身来，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让他吸取教训，仍在大放厥词。我还以为是谁，听说你是从前线回来的，难道你也想加入我们这场小游戏里呢？小游戏？我眼神一冷，在以天赋为重的皇家学院里，以废除他人潜力为乐。既然你们如此喜欢强迫别人吞噬魔法球，那我也还给你们一个吧。怎么，没见过大玉魔法弹吗？现在张开嘴巴好好享受吧。处理完一切，艾琳细心地为克莱西包扎好外伤，并叮嘱他好好休养。但为什么他以我的名义邀功时，却这么得意忘形呢？他又在使用我的人这种称谓吗？没想到克莱西的伤势比看上去还严重，他的忍耐力确实出色。而仿佛是注意到了我的目光，克莱西突然询问我是不是早就认识。我无奈地回应，我本来以为我确实了解你，但看起来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我的话别有他意，但他还是敏感地捕捉到了我的失望。艾琳忙岔开话题，你的宿舍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如果他们再找你麻烦就不好了。我在平民大厅，你不是贵族子弟。克莱西再次垂下头，我是被维尔坦老师特招进来，他答应入学期间资助我，但他现在突然被解雇了。我出言打断，所以你现在没有了任何靠山，恐怕下一步就该离开学院了吧？他给予了我肯定的回复。还未等两人反应，我直接开口提议，那么艾琳，你为什么不考虑招募他呢？他绝对有资格做你的剑术导师。我的话直接让两人目瞪口呆，但艾琳竟然毫不质疑我对克莱西剑术的推崇。可他是一个男孩啊。我淡定的回应，她是个女孩。艾琳直接呆立当场，抱歉公主，我不是有意欺瞒，只是男孩的装扮更舒服一些，所以很多人都会误会。得到克莱西的肯定回复，却反而让艾琳更加陷入自闭。只有我自己没认出来吗？但她还是很快就调整了情绪，并且立刻就接受了我的提议。我觉得这样非常棒，你愿意成为我的人吗？这样那些欺负你的人就再也不敢动了。而且你也可以学任何你想学的课程。克莱西大声表达着感谢，并发誓一定会成为让他骄傲的人。但等两人在寻找我的身影时，却发现我已经悄悄离开。我心里十分清楚，促使艾琳做出这项决定的原因，不是来自于对克莱西潜力的认知，而是那无法做事的良善。但我却可以保证，这次他的善良一定不会被辜负。但通过这件事，我也终于了解前世克莱西叛出帝国的起因了。想一想，一个没有失去魔力的剑圣，可以预见他以后的实力一定会更加强悍，恐怕连我对上都会十分头疼。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的注意力在别的方面。就在早上逃出宿舍之时，赛丽卡给了我一份名单，这是我今世第一次以进化为名执行的暗杀任务，真是让人期待啊！感谢点赞关注支持，下期精彩继续。没想到我加入雾影组织的第一次暗杀任务，竟然直接就是最高难度。该说这一世他们对我的认可让我受宠若惊，还是说前世的我在他们眼里真的有那么才？这次进化的对象是非洲大陆最富有的3巨头之一，他其实一直在偷偷从事人口贩卖的虚伪勾当，所以这次任务正合我的心意。但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是，竟然从他那里收获了一颗龙蛋。在大众的印象中，齐克曼是一个慷慨而又富有的慈善家，但在这个伪善的名号之下，他却经营着帝国最大的奴隶黑市，甚至有传闻他还会进行一些惨无人道的物种杂交试验。杀掉他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找到他。雾影组织花费了数年才得到了他这一点的蛛丝马迹，所以这个任务只有一次机会，一旦让他逃脱，可能就再也难觅踪迹。正在我仍在研究情报之时，一个高大的身影遮蔽了我的视线，他直接叫出了我的名字，显然是有备而来。没想到一个恶魔般的野兽混进了学院，魔法等级1星，体质 F， 维特家的幼子，从魔龙手下生还的男孩。你的名字最近可真响亮啊！眼前的肌肉男塞斯查哈克，他对我竟然如此熟悉，但是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学院新生中的那个杀属性天才战士，这种身高你告诉我他11岁。他继续说道，就连我的身体属性都没有到 S 级，所以
让我们打一架吧，这样大家才能彻底看清究竟谁的身体最强壮。我终于想起来了，他肩膀的那个标志是斯巴达王族的家徽，所以沙王子进入学院的传闻原来是真的。斯巴达是非洲沙漠中的一个军事强国，即使是帝国试图征服它时也以失败告终。但这个强大的王国在后来的岁月里却终于沦为一片废墟，只因为他们唯一的继承人突然之间离世，死因被诊断为太过于专注锻炼肌肉，心脏劳损而死。没想到我竟然会在这里遇见他，在推崇魔力和元素等级的皇家学院里，像他这种专注于身体等级的学生仅此一例，也难怪他会主动向我挑衅，要争夺身体强度第一的虚名。但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可不愿在这里浪费时间。关于这位沙王子，其实还有另外一则传闻，想到这我直接拒绝了他的决斗邀请，并告诉他学院内严禁决斗，如果他要找我打架，最好立刻去找校长正式申请。他从善如流，并且火急火燎地询问我校长室的位置，我随手指了一个方向，3楼，他立刻飞奔而去，我会马上搞定这件事，所以你千万不要离开。望着他消失的背影，我终于确定关于他脑袋里也全是肌肉的传闻丝毫不假，我根本不知道校长会给他什么答复，因为这本就是我为了支走他编造的谎言。但现在他总算不会打扰我的工作。在外城一处隐蔽的地牢内，齐克曼正在叮嘱护卫加强戒备，因为这次的商品可谓价值连城，一旦完成交易，他的地位甚至都还有望更进一步。我默默抽出恶魔之刃，但卡里姆却告诉我，他在这里感应到了一股奇怪的能量。我放出黑雾能量笼罩周围，夜色是我最好的掩护。凭借着出色的黑暗感知，这些被齐克曼高薪聘请的护卫一个接一个身首异处。等到他发现之时，已经只剩下一名贴身死士。他拔出长剑，惊疑不定地望向四周，却只捕捉到一道残影。只是一瞬间的交锋，他的长剑就被击落，膝盖同时一软，下一秒就被我无情割喉。齐克曼惊慌大喊：“护卫，其他人都去哪了？”我冷漠地转身：“你很快就能找到答案，因为我会立刻送你去地狱跟他们会面。你可真是花重金雇佣了不少人啊！但多说一句，这钱花的不值。”齐克曼再次高呼：“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我可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但回应他的只是我另一道冰冷的剑光。我缓缓念出了他的罪行：齐克曼阿布斯，从事非法人口买卖，并且进行各种不人道的实验和种族繁殖。你的死亡罪有应得，但我会给你留下1分钟时间，为你犯下的罪孽忏悔，然后没有痛苦的死去。齐克曼依然没有放弃，我只是让一切收支平衡。我卖奴隶只是因为有人要买，那些买奴隶的人才是坏人。你凭什么一定说我做的事情有罪？早就料想到，一个凭借坚持爬上首富的人，意志怎么会那么容易崩溃？从一开始我就猜到他对自己做的事绝不会后悔。现在1分钟时间已过，等等！我不理会他的疯狂哀求。物件第90薄刃，细鳞一般的剑光不断闪动，结束了他伪善的一生。这种死法绝不安详。进化工程的目的就是为此，留下黑雾也是为了警示。但在离开之前，我应该四处看一下。跟随卡里姆的指引，牢房被我从中斩断。一个怀抱粉色巨蛋的女人映入我的眼帘，她已经死了，但卡里姆却示意我看那只巨蛋，那是一个龙蛋。但奇怪的是，他体内有2种不同的能量混合。我带着龙蛋回到了宿舍，布莱恩不安地询问我从哪里得来，路上捡的。布莱恩忍不住吐槽，这种东西谁家好人能随随便便从路上捡来呀？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我3不时捡的。我也没想到齐克曼背后进行的交易竟然是一颗龙蛋，背后的买家会是谁呢？布莱恩却担忧地询问道，如果他突然孵化了怎么办？我则淡定地表示那不可能，龙蛋的孵化条件无比苛刻，即使是不断注入合适的元素能量都有可能无法孵化，所以离开母龙的龙蛋其实与一颗漂亮的石头无异。但下一秒，无声的变故却让我们2个瞪大了双眼。蛋壳破了，他真的要孵化了吗？做父亲的都知道，11岁就当爸爸是真的不好当。这个小龙女一破壳就喊我爸爸，我却只想一把送走她。即使是两世为人，我也从来没有过做爸爸的经验，更不用说我是在那样亲情疏离的家庭关系下长大，这让我从来都没有做一名合格父亲的信心。所以此刻的我十分无助和茫然，连卡里姆都忍不住大声讥笑：“爸爸，噗哈哈，祝贺你成为11岁的爸爸！就算是被谁嘲笑，我也不愿意被你笑啊！卡里姆，你是不是忘记了是你让我带走这颗龙蛋的？而且还承诺从没有见过失去母龙的龙蛋孵化，但现在就你笑得最大声，你不是说过它绝不会孵化吗？所以我才说我也从来没有料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啊！算了。”事已至此，再追责也无用。但如果考虑到他混血的身份，在信仰光明之神的帝国里根本不会被人类接受，而他身上流淌的另一半龙族的血统，也绝对会被整个龙族视作耻辱，杀之而后快。一个人龙杂交的混血儿，所以那个女人拼命保护的就是他的女儿。但这个小家伙从一出生就注定会面对整个世界的恶意。如果联想到他以后的悲惨境遇，现在就杀掉他是不是反而是更加仁慈的选择？想到这里，我把手伸向了他的脖颈。卡里姆也看出了我的意图。所以这就是你的选择吗？算了，我觉得这样对他也是好事。如果他以后的生活注定是一片痛苦，不如现在就送他走。但一向自认冷血的我，手却止不住颤抖。我在犹豫什么？小龙女此时也忽然惊醒过来，亲昵地扑向我。爸爸，我宣你。她对我没有一点防备之心，而且她的身体很温暖。我将她托举到半空中，盯着那份纯洁的笑脸，心中涌动的这份情绪又是什么？她的笑容和温度让人十分安心。我觉得困难总是会解决的，我们抚养她吧，卡里姆。卡里姆不明所以地盯着我，在他心里可能只会认为我想要把他培养成一名仆人吧。而在另一边的公爵府中，夫人玛格丽特虽然取消了对我的暗杀计划，但仍然坐立难安，尤其是考虑到他自己的儿子也在学院之中，可能随时面临报复，更是如坐针毡。阿希尔的突然闯入打断了他的思绪。母亲，
你看起来很焦虑，有什么能让我效劳的吗？我很乐意为您解决困扰。玛格丽特惊慌地表示感谢，但还是找了一个借口匆匆离去。现在只剩下阿希尔和他的近视凯琳。大少爷已经在大山内找到6名骑士的尸体，他们都是被小少爷所杀。推测剩下的1名骑士已经跟随小少爷进了学院。如您所料，这件暗杀背后的指使者是夫人玛格丽特。还有最后一件事，小少爷被安排入住皇家大厅，汇报这个消息的人随后就失踪了。阿希尔强作笑意，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你是在告诉我，你根本没有打听到任何关于我弟弟的事情吗？好了，就此打住吧。内侍立刻吓得亡魂直冒，他太了解阿希尔的性格了。阿希尔从不放弃，也绝不会容忍手下的失职，只有在对下属非常失望时才会终止他们的任务，而选择委派他人负责。他费尽千辛万苦才爬上这个职位，绝不能接受在这里失败。大少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亲自去学院调查，请相信我，我绝不会令您失望的。阿希尔不为所动，我知道你平时工作有多努力，那好吧，尽快动身，一定要找出我的弟弟究竟在隐瞒着什么。而另一边，在我和卡里姆拙劣地给小龙女喂奶时，塞利卡急匆匆来到了宿舍。她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婴儿，但也只是问了一句就切入了正题。这次事情比较紧迫，你惹了不小的麻烦。校长亲自签发的决斗认可书，你脑袋里在想什么？保持低调是最起码能够做到的吧？你是疯了吗？这场决斗已经成为全校的盛大活动了。我错愕地看着批文，赛斯那个肌肉男竟然真的找到并且说服了校长。卡里姆不以为意，那又怎么样？2个11岁孩子的决斗而已，这个赛斯可不是普通的11岁孩子。决斗什么时候开始？2小时后，这么快？不久之后，我和赛斯已经立于决斗场内，真不敢相信这件事最后竟然闹得人尽皆知。不同于赛斯的热血沸腾，我却为此头痛不已。他浑身充满了战意，为了这一刻，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相信你也一定有同样的感觉。不，我没有。学院里决斗唯一能选择的只有剑术和魔法。你打算使用魔法吗？如果你不打算用魔法，那我也不用。很好，我越来越喜欢你了。话犹未毕，他已经展开了攻势，让我们来看看你有多好的实力吧。他的出手迅捷无比，尽管体型很大，武器也很重，但速度依然十分出色。对待他刚猛的一击，我最好的选择就是在接触时偏转他的剑锋。毕竟刺客最拿手的并不是力量，而是敏捷和精准，而这种扭转受力的技巧，更是我通过千百次的浴血搏杀锤炼而得。虽然赛斯的剑术技巧同样出色，但他更擅长利用自己压倒性的力量来迅速建立优势。一旦这种惯用的战术无法立功，就是现在，我敏锐地捕捉到他剑术的空隙，剑锋入鞘，双手扳倒他的大腿，向地面狠狠砸去。这是在生死搏杀中才会锻炼出的奇招，不属于任何剑术，但也没人规定剑术比赛一定只能用剑法。极致的力量碰上极致的技术，注定是一场龙争虎斗。打过架的都知道，体型越大的人往往占据先手优势，所以我要做的就是防守反击，抓住机会一招制敌。当他的身形朝地面摔去之时，竟然坚不容发之际撑出左手，一式铁板桥，紧接着神龙摆尾。没想到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反击，这让我也兴奋了起来。看台上的众人此时已经看傻了眼，竟然能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他的腰是属狗的吗？他们还是人类吗？赛斯竟立在原地，但下一刻他的双眼又再次闪烁起兴奋的光芒。哈，剑术比赛上我输了，这下你让我不得不使出全力来战斗。剑术比赛的获胜标准是拿剑抵住对方的咽喉，他的认输比我想象的要干脆，这也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依靠蛮力的家伙。那么现在是不是就代表着要继续魔法决斗了？好啊，我的热血也开始燥热了，拿出你的全力吧！他的气势疯狂攀升，衣衫被裘结的肌肉撑爆。校长和教官赛利塔此时坐在观战席，也忍不住对接下来的战斗期待起来。考虑到赛斯的身体属性是 A， 而对手是 S， 如果仅仅用这些数据来衡量，剑术比赛的胜负也在情理之中。但接下来就是魔法对战了，学院最看重的依然是魔法，身体强度仅仅只是决定一个人能够承载魔力的数量。但现在赛斯是所有在读生中魔力最强的3星，而维特家的柚子却只有1星，又要怎样应对实力差距这么大的对手呢？而赛利卡对校长的疑问充耳不闻，他此刻满脑子都是在责怪我现在的行为太过于引人注目。死亡杀拳，杀王子的元素魔法果然不容小觑，只是简单的蓄力就可以凝聚起几米高的杀拳，但比起魔法，还是他强大的力量更具压迫力一些。我施展雾影步法，刺客的速度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赛斯紧盯着我不断闪烁的身影，这一击绝不会让你逃了。杀瀑之牙，破土而出的尖刺如同牢笼一般将我牢牢锁定，巨大的烟尘四溅。我有惊无险地飞跃出包围圈，以赛斯刚刚那招表现出的实力，虽然魔力等级只有3星，但一定已经具备了使用4星魔法的实力。负责维持决斗结界的只是4星屏障，这场战斗可能会超出掌控。见攻击再次落空，赛斯忍不住出言嘲讽：“你就只会躲避吗？像只老鼠一样四处逃窜。”他在试图激怒我，武士是绝不会被打败的，何况你只是一个小孩子。我反接道：“你也只有11岁。”没想到先被激怒的反而是他。杀爆送葬，果然是4星级魔法吗？赛利卡忍不住为我担忧起来，但校长依然只是注视着不发音。杀王子的声音也满是宿主，这一招你不可能躲，趁早认输吧，这反而让我更加兴奋。这一次我不打算躲避，那就正面对抗这一招吧。结界内魔法元素疯狂涌动，沙尘遮蔽视线，所有人都在好奇场内决斗的结果。剧烈的声响不断从结界表面传来，负责维持结界的教官们满脸冷汗。该死，
只是2个低年级学生之间的决斗，就产生了这么大的能量吗？校长，我们要尽快阻止他们。赛丽卡终于忍耐不住，但校长却仍然不为所动。再等一等，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没想到他竟然能再次让我惊讶一番。而在烟尘散去后的决斗场内，我的手中却凝聚着一颗黑色的虚无之球，这是只属于暗属性的秘法，没有任何攻击属性，却可以泯灭一切魔法能量。他是打算在这里使用这个吗？快住手！但赛丽卡的呼喊终究还是被急促的变局淹没。想要使虚无之球的效能生效，这就要求使用者的魔法等级永远要高于对手的魔法。只是呼吸之间，4星的杀魔法就被我1星的虚无之球泯灭。如果再晚1秒，结界一定会被4亿的魔法能量撑爆。但这样一来，我反而显得更加张扬了。看台众人皆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这还是公认最为无用的暗属性吗？那样的魔法简直闻所未闻。赛斯更是无力瘫坐在地，还要继续打吗？不，我输了，彻彻底底的输了。难以置信，无论剑术还是魔法，我都是一败涂地。看着他沮丧的神色，我内心忍不住怀疑是不是用力太过。但下一秒，他却再次振奋起来。太棒了！我已经厌倦了跟弱者之间的战斗，现在我修炼的理由又增加了。等我实力变强以后，就会再来挑战你，到时候也会接受挑战的，对吧？面对他的真诚坦率和不屈不挠的实力，我握住了他的手表达认可。不过挑战的话恕我不奉陪。而在另一边，布莱恩承担了照顾小龙女的职责，没想到他在那样多子女的家庭中生活的经验，此时竟然派上了用场。但只是一顿午饭的功夫，等他再见到小龙女时，她已经长到了4、5岁的模样。决斗结束之后，我第一时间返回了宿舍，但看到他的第一眼还是让我惊掉了下巴。我听说过龙的成长速度远超人类，但只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已经看起来有6岁大了。爸爸，要抱抱，他是不是长得太快了？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和我看起来一样年纪了呀！如果他再这么成长下去，想要在学院里秘密抚养他根本就不可能。卡里姆更是直接开启了摆烂模式，这个问题越来越棘手了，你无法隐藏他的存在。赛丽卡的声音依然理性，我可以帮你隐藏恶魔之刃，但我没办法帮你藏匿这么大一个龙人，尤其是在你今天出了这么大风头之后，所有眼睛都会盯着你。你是疯了吗？学院决斗胜利的我本该荣誉加身，却反而收到了校长的警告函，女儿都在担心会被赶出学院流落街头，我却反而认为这是个会面邀请，也是我夺取一项政治筹码的契机。小龙女成长的速度太快了，虽然抚养方面可以交付给布莱恩，但如何将她隐藏在学院内却越来越棘手。有鉴于此，赛丽卡更是直言我不该引起太多关注，更加不应该在此时失去校长的好感。他放下警告函之后就匆匆离开。卡里姆更是脑子里只有杀戮的暴力，看起来解决这些问题都只能靠我自己。警告函内写明我如果行为不端，就会被驱逐出学院。但意外的是，这封警告函是来自于校长本人，而不是学院的行政办公室，这反而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份邀请函。小龙女一脸担忧地询问：被赶出去，我们将会流落街头吗？爸爸，他是从哪里学会的说话？而且这些话语的意思他都一清二楚吗？但我还是忍不住安慰他，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你不用为此担心。既然我收到了警告，那我自然也可以对此提出投诉。如果校长希望我主动前去谈话，那我也只能接受。在我的前世，他曾十分郑重地询问过我，是否已经决定加入光明骑士，选择为哥哥而活。我的回答十分肯定，但他却直言这条道路根本不适合我。就让我给你一些建议吧，相信你也一定意识到了，这种选择没有任何益处，无论你跨越任何艰险，你最后都不会获得任何好处。这就是选择成为他人玩具的结果，一直到最后，你只会把一切的错误都归到你兄弟的身上。这些就是上一世校长给我的忠告，我猜这次他依然如此。布莱恩忽然提醒我，少爷，我们是不是要给小公主起个名字了？起名这个问题我还从来没有想到，但一个名字随口而出，娜娜，这个名字怎么样？太随意了吧，少爷，你甚至都没有认真考虑一下，这个名字一定会被同龄的小伙伴嘲笑孤立的。但下一秒，小龙女却大叫道：娜娜，这个名字很特别，我想被叫做奈娜维特。既然她也很喜欢，那名字就这么敲定了。只是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知道了我的姓氏。画面一转，在皇家学院的校长室内，校长仍暗自惊讶于我在决斗场的表现，他能够清楚地看出那种程度的战斗绝不是我的极限，所以他才以私人名义下发警告函逼我会面。在我前世的印象中，校长迪恩·奎塞尔一直都是帝国皇帝的老师，也是第一任皇后戴安娜·奎塞尔的父亲，其本身实力更是大陆上为数不多的9星大法师之一。戴安娜死后，他就一心投入学院教育，不再过问政事。但有一点我很好奇，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始终坚持中立，但在后来的某一天，他却突然加入了皇位继承战之中。他的性格难道忽然发生了转变？或许今天我就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当我触碰到门把手之时，一道强大的能量结界浮现，他已经知道了我今天会来这里，却还是在门口布置了9星级魔法结界，这是对我的考验吗？看起来我也只能接受。屋内的老人此刻也发现了我的气息，他忍不住露出得意的微笑。只有足够强大的魔法能量才能击破这道结界，这是对我实力极限的一道测试。但下一秒，窗台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我稳稳落地。迪恩先生，作为一名即将入学的新生，我来表达对于警告函投诉的意义。校长脸色微沉，我竟然绕过了大门的结界，而选择了破窗，这让他的布置落了空。但他也没有抓住我越矩的行为不放，而是继续让我陈述，直到看到门口的结界，我才终于确认一个猜测：警告函是一个借口，只是为了测试我的潜力，对吧？他大方承认，你说的对，虽然结果与预想的有所出入，但你确实证实了自己的才能。但我不会收回警告函，你可以试试用其他的方式来说服我。那么
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吗？我的脸色渐渐郑重起来。迪恩先生，你想要的究竟是帝国的繁荣，还是家族的荣耀？这个问题立即使他变了脸色，当即表示面对如此无理而大胆的提问，即使是他也不能充耳不闻。我继续逼问，如果皇帝突然驾崩，第3或第4皇子要逼迫第1皇子退位呢？你也不会选择站队吗？校长的怒意升腾，你现在已经不能称为大胆，而是傲慢无礼的冒犯，但我却不为所动。如果我像他所说是阿谢尔的玩偶，这位睿智的老人可以轻易看穿我的命运，但他却唯独在他自己的命运抉择中，也选择了跟我相似的道路，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校长在继承权之争中选择支持他的外孙第1皇子，是卢纳尔即位的头号功臣，但卢纳尔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残忍而歹毒。他杀光了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最后还诬陷迪恩叛国，处以死刑。校长也曾靠自己的努力照亮了别人的未来，但最后也被无情背叛。他怒不可遏地拍而起，一派胡言！你以为维持了1个世纪的和平会这么轻易就被摧毁？我原以为你会是一个天才，结果却只是一个愚蠢的傻瓜。我反问他，你真的这么想吗？第1王子和第2公主的母亲死于疾病，第3王子和第4王子也有争夺继承权的实力，尤其是现任皇后卡桑德拉的家族对权力的贪婪闻名于世，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权位。在我看来，帝国的和平已经岌岌可危，而当和平陷落的那一天，这所学院也将一起迎来终结。校长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这真的是一个11岁孩子能考虑的事情吗？他几乎熟知一切的政治细节，你跟我说这些又是为了什么？我一字一句道，为了谈判，我将会帮助你，为了你的家族和学院的安宁，所以请收回这个警告函。校长一言不发，神色无法揣摩，但我知道他一定将所有话全部听进去了。但只是下一秒，魔法阵的光芒闪耀，9星大魔法师的气场威慑四周。你有什么能力大言不惭说帮我？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你傲慢的代价。弹指挥动间，金黄色的锁链盘旋飞舞，神圣审判，锁链缠绕将我吊在半空。这就是你的回答吗？非打不可。迪恩奎斯国的2位皇子刚见面就向我投来了橄榄枝，但对待妹妹艾琳却比陌生人还要冰冷。但他们今天对她更为苛刻。王子之所以对我和艾琳区别对待，也只是由于我对他们更有用一些。正像此时的校长迪恩，虽然直接使用了9星束缚魔法神圣锁链，但我也了解他对我的呵斥和逼迫，也只是在验证我是不是有履行诺言的实力，我能否真正帮到他，还是仅仅只是在大言不惭？就让我在此刻证明吧。虚化领域随着虚无球的不断扩大，校长眼神中的惊诧再也无法掩饰，这太荒谬了。再怎么说这也只是1星魔法，但他却吸收了我的咒语。此刻的变故简直颠覆了他的知识体系。这个小孩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天才？能量散尽，我再次站到了校长的面前。现在你还会觉得我无法帮到你吗？校长沉声道，我收回这次的警告函，但你做这一切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我只是不想学院的平静生活被打扰，仅仅只是这样吗？只是这样。我再次给予肯定，这一世我不想再次看到学院的和平陷落。和校长谈过之后，我同意偶尔去上课，但是我却发现学习30年前就无比熟悉的知识真是无聊透顶。也许我应该重新刷新一下偶尔的定义。真是漫长的一天，还是接着去训练吧。课程还没有结束，你想要去哪里？我心中一惊，再抬头才发现是5公主艾琳。去洗手间？撒谎！这分明不是去洗手间的路。面对艾琳的穷追不舍，我自有应对的办法。你刚刚是允许莱克西直接喊你的名字吗？这就转移话题了吗？是的。我希望他私下里直接称呼我艾琳。说到这，你为什么还称呼我公主殿下？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我转移开视线，你是公主，我只是平民，称呼你殿下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哼，我就勉强把这当作赞美吧。你也太严肃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呼喊艾琳的名字，但他看见来人时却立刻神色紧张。我认出了这2个人，现皇后的2位王子帕维亚和内罗维亚。艾琳上前行礼，但换来的却是2人的嘲讽。你都长这么大了，还带着仆人四处跑吗？而且看起来你是一直和农民待在一起，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对待艾琳的态度已经明确地表明了厌恶，而当他们看到我的瞬间，却是直接叫破了我的名字。我上前致意，他们却直言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并盛赞我今天在决斗场的表现。如果我们举行派对，一定会邀请你，到时候我们再痛快畅聊吧。内罗维亚更是直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与尊贵的皇子们成为朋友。这直接将艾琳晾在了一边，直到这时他们才终于注意到仍未起身的艾琳。但言语中的讥讽却更甚。但我这份邀请对你是个例外，认清自己的位置，人要有自知之明。权欲是腐蚀人心的毒药，剥去那层华贵的面纱，他们也只是更易受7情6欲左右的普通人。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连莱克西都忍不住怀疑他们的皇子身份。大概他也不会想到，会在今天看到这些高高在上之人露出如此糟糕的一面吧。但他们始终是我的家人。俗话说血浓于水，我忍不住出言打断，我可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他们对待你比对待陌生人还要糟糕。在权力的面前，血脉亲情其实毫无意义，因此他们如此对待你，恰好证明他们对你怀有戒心，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压你。所以不必为此感到沮丧和难过。随着我的转身离去，艾琳的脸色刷红，像一片发晕的火烧云。等我返回宿舍，却只看到小龙女独自一个人熟睡，布莱恩和卡里姆都不见踪影。随着我的呼唤，卡里姆姗姗来迟，竟然连一个休息的地方都找不到。不知何时他又变回了拟态。他解释这样子更方便隐藏气息，随后询问我找他什么事，帮我找一下布莱恩。卡里姆当即炸毛，你当我是一条狗吗？为什么要我找人？这不是正确使用我的方式。我相信他自己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的。但下一刻他也止住了叫喊。我相信你也闻到了，
鲜血的味道。布莱恩在采买完物资之后就离开了集市，考虑到家中娜娜的存在，他特意买了很多的糖果。一想到小孩子可以吃掉那么多食物，他就忍不住感到开心。距离他做我的骑士已经过去了1个月，虽然自知资质平庸，但他始终相信我会用信任回报他的忠诚。但今天的街道却出奇的平静，谁在那里？出来！正在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一群身影缓缓从街巷暗影中浮现。在1刻钟之后，布莱恩的身影飞出数丈，跌倒在地已是满身伤痕。为首的8脸少年更是叫嚣，所以我才说在我们还能友好相处的时候，你就应该乖乖听话。现在你却把我搞得很火大。本来以为唯一的守护骑士会有多强，结果就是一个垃圾。我要把你切成一片一片，送给你的主人，作为他让我蒙羞的惩罚。布莱恩这才了解了事情的全部，这种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卑鄙，更是无能者的迁怒，光是想想就令人作呕。布莱恩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更是出言嘲讽。8脸少爷觉得无比扫兴，因为一个小小的护卫却直到现在都没有屈服，反而更让他显得无能。你这个疯子，被打得昏了头吗？把事情搞得这么无趣，杀了他吧！感谢点的贵族少年每虐杀一个普通人后，都会将尸体储藏在地下室，可这次却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当巴瑞特玩够了想要杀掉布莱恩时，我突然现身喝止了他。布莱恩立刻就认出了我的声音，他被打得真惨，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听起来连声带也受了伤，而反观巴瑞特却毫发无伤。究竟是谁在惹事已经一目了然，巴瑞特只是看到我的第一眼，冷汗就溢出了额角，那完全被强大生物所震慑的恐惧，现在却是他恼怒的根源。他身上弥漫着一种傲慢，那是来自于长期欺凌弱者的积压，这底气让他对上一名强者时，也依然出言挑衅。哈哈，你自己爬入死地，我会把你的内脏拆得4分5裂，真是有趣。物见巴士，暗影突袭，凌厉的剑光闪过，血色如同死亡飘落之鹰，没有人是我的一合之敌。这些雇佣兵只是跟随主人欺压弱者的无赖，长期的骄纵早就迷失了双眼，已经忘记了真实的杀戮战场究竟该是什么模样。布莱恩是我的第一位下属，我已经尝够了为人下属的滋味。所谓的主上，只会享受下属带来的好处，而不用对下属的一切负责。现在想想，鬼知道上是我为什么会迷恋效忠那样的一个人，但我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再发生在布莱恩身上。如果你真的讨厌一个人，就应该连他的生存方式也一起唾弃。巴瑞特大惊失色，只是一瞬间，所有的雇佣兵死亡殆尽，他也终于再次想起曾被我实力支配的恐惧。该死，我要杀了你！他手中魔力闪烁，但下一秒就直接被我近身一记飞踹，远远滚落巷弄。你仍然不知悔改不是吗？就这么喜欢欺负比你弱小的人吗？他依然不为所动。我的业余爱好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难道要因为这就杀了我吗？巴瑞特·路易斯·米尔，加沙王国公爵的长子，真正的实权人物。即使在我的前世，他的恶趣味也为世人熟知。身体攻击已经是他做过的最不可怕的事情。年幼时就喜欢活活烧死小动物，更是在后来的某一天，借口修炼魔法谋杀了一名女同学，但最后都依赖于他显赫的身世而逃脱责罚。在最后的最后，雾影组织向我传达了进化的指令。我来到他被开除后居住的官邸，在那里，我看到数不清的仆人尸体就储藏在地下室里面。我在折磨他之后，随后就要用我所知的最痛苦的死亡方式终结他，但他只是笑了笑，让我赶紧杀了他，不要再拖下去了。那张脸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说他死得其所，因为他已经收获了想要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那样杀掉他或许并不是最好的惩罚。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已经享受了所有的乐趣。为了弥补那些被他所杀之人，仅仅只是死亡对他是远远不够的。我凝聚起魔力球，上次让他逃脱，这次我可不会再手软。等等，你能承受这么做的后果吗？我可是路易斯米尔家族继承者，加沙王国最有权势的人，我自然清楚。所以此时如果真的杀掉他，可能会立即引发王国战争，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会放弃对他的惩罚。你的话太多了。我将魔力球推入他的口中，不喜欢我没关系，甚至可以继续讨厌我。我允许你背后诋毁，但你不该把你的脏手伸向我的下属。魔法球不断吞噬着巴瑞特，他痛苦地抓挠着身体，这一切都被屋顶的某个身影瞧得一清二楚。没想到他竟然隐藏着这么强大的力量。现在是计划进行的关键时期，我必须马上通知阿希尔少爷。正当他欲有所行动之时，一柄利刃抵在了他的脖颈。所以最近一直是你在偷偷跟踪我可爱的学生吗？巴瑞特的事情处理完毕，布莱恩也慢慢恢复了体力。抱歉，主人，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大群人袭击我，而我此时的关注点却是他那被打成猪头的脸，看起来好丑。你确定你是我带出来的下属吗？为什么要参加一场一定会输的战斗？你就不会逃跑吗？我的问责再次引发他的愧疚和致歉，但我想要的并不是这个。这就是你向我发誓的忠诚吗？我有点明白了，但我需要的不是死掉的忠心下属，而是活着的有用之人。下次不要再那么蠢。布莱恩再次陷入低沉，看起来我果然不擅长处理这个。你想要在旁边看多久？塞利卡大师。随着我话音落下，他竟然带了整个刺客堂的人手全部现身，这样子我再察觉不到就太失礼了。随着塞利卡的出现，一个被捆绑的黑衣人也摔落在地。我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这个气息就是一直尾随我的人，阿希尔的近视凯伦，你早就注意到了吗？塞利卡叹了一口气，我承认你很有才华，也有超越雾影杀手的实力，更拥有说服校长的谋略和才智，连精神也足够坚韧来驾驭魔剑。无论怎么看，你都是理想的接班人选，但你太过张扬，会有更多的人怀疑你。这个跟踪者只是一个开始，
我向他承诺以后行事会更小心，但是我也并不打算活得按部就班。如果有人伤害我的部下，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把他击垮。塞利卡竟也没有在这点上继续纠缠，保护自己的人本就是必要的，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说着，他就要转身离开，并主动要帮我处理巴瑞特和他的爪牙。现在就剩下凯伦，你想要杀了我吗？最好别想要审问我，我不会吐一个字的。我早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审问属于多余，而且在我的印象中，他可是从来都不离阿谢尔左右。在前世里，他甚至因阿谢尔看中我的实力而心生嫉妒，那么他来这里的目的也就很容易猜测了。杀掉他太容易了，但我有更好的处理方式，这样子应该会对我的计划有用。我周身黑暗能量涌动，这让他顿时浑身不安起来。你想要对我做什么？离我远点！创作影子人格，传说在人的影子之中存在着第二人格，而这项高阶魔法，我也只在前世里使用出来过一次。这样，阿谢尔，我也还你一项大礼。不满月的女娃竟然从10层楼一跃而下，跌入公主艾琳怀中就喊我爸爸，这让才11岁的艾琳直接红温暴走。你对我爱答不理，但背地里竟然跟别人连孩子都生了。脑补出的剧情更是恨不得将他眼中的渣男千刀万剐，但我只是反手丢下一句话，就又让他羞红了脸，支支吾吾不敢说话。只是天刚亮，五公主艾琳就带着她的护卫莱克西出现在训练场中，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勤勉，但莱克西剑术的天赋举世无双，只是2个回合的起落，已然轻松取胜。看来剑术上我根本没有战胜你的可能啊！但我不是曾经说过，私下时你要称呼我的名字，而不是公主殿下。相比于女孩们之间的和睦友善，当他们将视线转到我这边时，却只看到我对护卫布莱恩的训练拳拳到肉，毫不手软，还没有战斗就先被自己人打死了。他们训练的方式是不是太拼命了？这个问题令莱克西不知道如何回答，毕竟他看到过的男孩之间的相处模式几乎都是如此。如他所见，解救出布莱恩之后，有关他的训练项目就被我提上了日程。于一个低级骑士而言，虽然从没有机会接受合适的剑术指导，但他的耐力却十分出色。但在我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如果他想要在以后的战斗中派上用场，那么耐力训练作为所有训练中的基础项目，必须更加出色，这样他才能在后面的高阶训练中事半功倍。这就累了吗？难道你想下一次再遇上巴瑞特这种人时，依然没有还手能力吗？不，少爷，我还可以坚持。但随着他不甘的呐喊一起叠出的，还有咽喉的血沫。天哪，我是不是过于严厉了？毕竟他还有伤在身。少爷，凯琳真的没问题吗？不用担心那个，他现在是我们这一边的人。创作影子人格，这是一个9星的高阶魔法，从影子中诞生的第二人格将会掌控他的意志。不过这项魔法难度太大，我在前世也只使用过一次。在影子人格占据了凯琳的意识之后，他也如实交代了一切，并表示虽然现在在阿谢尔手下当差，但却更愿意效忠于我。我接受了他的效忠，但仍打发他回维利亚斯·阿谢尔的身边，并且要求他把监视我这些天得到的信息一字不漏地回报阿谢尔。他那时看向我的眼睛里充满了忠诚，这样真的可靠吗？少爷，应该吧，但我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艾琳此时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并且提及1周前发生的学生遇袭事件，所以他现在每周末都会和莱克西来这里训练。他所提到的学院学生遇袭事件，就是1周前的巴瑞特。当他在医务室门口被人发现时，已经血肉模糊，神志不清，但无论别人怎么追问，他都没有吐露究竟遭遇了什么。学院里的猜测众说纷纭，但身为元凶的我，却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不是不记得，而是不愿意说。在我将魔力球打入他口中的那一刻，他体内所有的魔力结构全被破坏，终生再也无法修习魔法。身居高位之人，如果坦然向世人公然暴露自己的弱点，以后等待他的只会是无尽的阴谋和攻击。所以他不但会主动帮我保守秘密，甚至还会担心我会将这件事公之于众。但莱克西此时的反应却出乎我的意料，我本以为他听到这个消息会十分高兴，毕竟当初巴瑞特也想要这么对他，现在的惩戒也是罪有应得。还未等他有所表示，一道清脆的喊声刺破天空，爸爸！一道瘦小的着碎花羊群身影从高楼一跃而下，所有人皆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竟然是娜娜！我不是已经留下了卡里姆照料他？该死的卡里姆，肯定又在摆烂。下一秒，只能短暂控制翅膀的娜娜就跌入了艾琳的怀抱。爸爸！娜娜找到爸爸。艾琳先是一愣，接着无边怒意升腾。爸爸，这怎么解释？你什么时候和谁生的？给我解释清楚。等到费尽功夫才讲明了娜娜的来历，已经在回到皇家大厅之后，艾琳长舒了一口气。我刚刚已经想到了500种剧情展开了，但还好你不是她的真爸爸。我和布莱恩面面相觑，没想到他表现得这么友善，即使明知道娜娜是人龙的杂交混血，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我之前还在担心他会以此为把柄提出一些奇怪的要求，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迎上我和布莱恩惊讶的目光，艾琳毫不退缩，对吧，莱克西，你也会答应的，对吧？莱克西这才从娜娜小小身体上的柔软触感中回过神来。好啊，反正我也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告诉。这个回答当场让艾琳石化，扎心了。那么一瞬间，她仿佛从互动的2到3人中看到了相似的处境，同样是不被认可，但明显娜娜的人龙混血更加难办，不能像收留莱克西那样将娜娜留在学院，她不会被人类或者龙族任何一方接受，但你却想抚养她长大，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只不过我以后能偶尔过来吗？我反问道。进来我的房间。艾琳的脸色立即刷红，别误会，我只是想偶尔过来照看一下娜娜。但藏在她心里的另一句话，虽然没有勇气说出口，但只是想想已经让她羞红了脸。娜娜已经有了一个爸爸，是不是现在还缺一个妈妈？我没有理由拒绝，好吧，但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你保证吗？艾琳忙不迭地点头答应，我们之间的秘密。但等我转身离去之后，艾琳的脸上的红晕却又加重了几分。莱克西关切地询问：艾琳，你还好吗？是不是病了？艾琳精神恍惚，她说的是我们之间的秘密，那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关系更加亲近了？等我返回宿舍朝卡里姆兴师问罪时，他却一脸的无所谓。竟然在我睡觉的时候发生了这么有趣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把和恶魔之刃住在一起的事情也一并告诉艾琳呢？我怒火三丈，闭嘴，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的失职，竟然在照顾小孩子的时候睡觉。卡里姆继续摆烂，有什么办法？有其父必有其女，当爹的也从来都是想干嘛就干嘛。布莱恩这时抱着奈娜出来打圆场，为什么不带着小公主一起出去散散步呢？我肯定她总是待在这里一定压力很大，是个好主意。而与此同时，在城市近郊的半空之上，两道飞翔的身影忽然止住，发生了什么事吗？卢西安大人，我闻到一些令人作呕的味道，我们现在到了哪里？他再次仔细感知确认，卢提是皇家学院吗？那我只好推迟一下再回来了。这里有一道十分恶心的气息，我可不能将它视作同族。这两个长翅膀的鸟人，竟然是两名龙族。这个可爱的小龙女，不仅让五公主艾琳第一眼就想当她妈妈，更是在两名龙族夫妇看到她的一瞬间，就想要把她当场抹杀。真是贴心的漏风小棉袄，从出生开始就麻烦不断。但这种事情我可不能答应，哪怕要为此赌上性命。毕竟我现在既是她的监护人，也是她全心信赖的爸爸。没想到女儿奈娜第一次感受到的恶意，竟然真的是来自于同族。他们可能也孕有子女，但出口喊杀之时竟毫不心软，只因为奈娜人龙混血的身份，我一直将她禁足在房中抚养。今天第一次带她外出散步，为此我特意挑选了卢提市10公里外人烟稀少的远郊。她表现得格外兴奋，扑扇着小翅膀飞来转去个不停。卡里姆此时插话进来：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合格的爸爸，为什么不给她再找一个妈妈呢？我看之前的小丫头艾琳就十分乐意，我却立刻神色紧张起来。一道奇怪的气息正在飞速朝我们靠近，下一秒巨大的冲击席卷了奈娜本来所在的位置。布莱恩匆忙将奈娜抱在怀中才逃过一劫，低沉的声音也从烟雾之中传出，真是恶心的气味。烟雾散去，竟然是两名龙族，但不同于奈娜的混血，这是两名纯血的成年魔龙，跟勒米亚山谷中的那头幼龙完全不同。高位者的气息和魔龙的威压只是刚一发散，就将奈娜吓得浑身发抖。站在我身后，看他们这个样子也是来者不善，恶心至极。红龙卡迪琳娜更是高高在上的发问：你们怎么敢收留这样一名混血杂种？你是他的主人，而且你手上还有那把恶魔之刃。卡里姆听到自己被提及，错愕问道：是在说我吗？闭嘴！卡迪琳娜立刻勃然暴怒：你这个劣等的货色，传承了神的力量却甘心做人类的奴仆，高等生物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卡里姆也不是什么好性子，当即回怼：你是想死吗？眼见两人瞬间就要转为武斗，银龙卢西安拦下了暴怒的卡迪琳娜：别担心，我对你们不感兴趣，我也没有跟劣等生物战斗的意愿，不过你们必须把那个杂种交给我，一半人类一半龙，他很适合用来做一些特别的实验，这样我就可以放你们走。他惹怒了我，闭嘴吧！我的强硬也让他有了一瞬间的错愕，看起来他早已习惯了高高在上的施舍和他人的服从，但此时他却触动了我的逆鳞，怎么可能把奈娜交给这样的人？没有交涉的必要。我再次重复，我说了，闭嘴！你这只混蛋蜥蜴！他怒极反笑，下一秒却直接使用雷刃在我身旁炸起一片飓风，我匆忙躲过，并示意布莱恩带着奈娜赶紧离开这里。一道离沟出现在我刚刚站立的位置，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技巧，竟然将雷系能量运用得如此纯熟。他也收起雷枪，语气仍满是轻蔑，所以我才说你们是低人一等的劣等生物。龙族的天赋本就是人类之躯远远不能抗衡的，在这里从一开始我就应该使出全力。物件第9式，恶魔形态显现。红龙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好意提醒卢西安大人，但他只是微感惊诧，竟然是神界中被放逐的力量。今天真是充满了惊喜，但你仍然只是一个低等人类。下一秒他口中的低等人类却闪现到了他的左侧，恶魔之刃疯狂挥动，他手忙脚乱的抵挡，再没了之前的从容。冲击波，天雷寂灭，无数的雷能量涌入他的身体，一道绵亘数十米的雷系法阵出现在我头顶上空，爆裂的雷元素疯狂肆虐。开局就放大招吗？物件第3式雾影滑步，我再次闪到他的背后，抓住他的施法空隙，物件冲雾风暴，无尽的暗元素涌动，薄刃犹如实质朝卢西安斩去。但下一秒，一道结实的火红结界出现在卢西安身后，竟然是红龙卡迪琳娜及时出现，挡下了这致命一击。差点忘记了，我是在跟2只魔龙战斗，你不是他的对手，快退下！卢西安的担忧却反而更激发了卡迪琳娜的好胜心。别担心，我会挡下他的攻击。这道火焰屏障蕴含了我1000年的法力，像这种寿命连100岁都活不到的低等人类根本无法。话犹未毕，我新的杀招再次瞬发而至，物件八方雷闪璎珞，细密的灵光和我急促跃动的身影，如同死神的支线，将眼前一切斩得粉碎。他引以为傲的火系屏障，在我能够泯灭一切的暗属性面前形同虚设。卡迪琳娜眼神中犹自留存一分不甘，但身影已经从半空跌落，最后那句对卢西安的呢喃也没来得及送出，已然身死。
一切如电光火石。此时卢锡安才终于收起他的傲慢，重新开始审视对手。你究竟是谁？黑暗之神的全能早已被剥夺，你为什么还能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快说出来，告诉我你究竟是谁？但回应他的只有冷漠。我猜你也不会回答了。我必须得承认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但龙族不是你能战胜的。变形，复杂的咒语从他口中喃喃而出，无尽的雷光环绕身躯四周，他的身形也开始逐渐变大。这是一个能让龙族放弃人形的咒语，回归最适宜战斗的魔龙形态。但这也就意味着，变形时的龙族最为脆弱。在这片神圣的大陆上，有一个不成文的礼仪，变形时不能打断。再让这些潜规则见鬼去吧！我是一名刺客，可不是虚头巴脑的贵族骑士。现在是他最脆弱的时候。我飞跃而上，魔龙长长的臂展如同登天的阶梯。卢锡安惊慌的嘶吼：“你想要干什么？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变形的弱点吗？你这个低等的生物！”我不再理会他的叫喊，灯笼升天阶，我身形重重砸下，恶魔之刃携带陨星之势刺入魔龙头顶。卢锡安心底终于开始涌现惊慌，必须马上逃离这里。但太晚了，物件之中有那么一式剑法，让攻击如同树根根系一般四处发散，伤口虽然只有表面一点，但内腑却会被四分五裂，正适合此时无法移动的巨龙。物件巨树盘根，凄厉的龙嚎响彻天际，龙血如同晚霞一般泼洒。等到布莱恩抱着奈娜转到坠龙地时，我已经开始了全龙宴，吃掉它。布莱恩，如果你想变得更强壮的话。娜娜的声音却先于布莱恩响起，娜娜也想要。我立刻拒绝，只有你不行。这些珍贵的龙肉虽然会让人变得更强大，但同类相食，鬼知道会有什么奇怪的软病毒。休学旅行2年的大姐刚回来，就迫不及待地来看望她最关心的弟弟，在校长面前更是坦言，担心弟弟太过胆小害羞会在学院遭受欺侮。闻听此言，校长却不由得哈哈大笑。他不去欺负别人，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得知消息的我也匆匆赶来会面，毕竟在前世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所以我印象深刻。在那天以后，整个大陆局势波诡云涌，爱丽丝也在加入光明骑士团后不久陨离。她真是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依然把我当作小孩子一样看待。但时隔3年再次相见，我可真是想念你啊，爱丽丝。她对我只有真诚的关爱，没有任何目的和不可告人的动机。但我的兄弟姐妹之中，时刻挂念着我的还有一个大哥阿谢尔，他却只嫌我死得太慢。在凯琳向他汇报所查到的一切情报时，阿谢尔沉吟许久。所以你是说，有一个未知的势力正在背后支持我的弟弟吗？凯琳点头称是，之前派出的线人推测也是他们干掉的。阿谢尔再次寻求确认，但心思深沉的他，真正的关注点此刻却在凯琳身上。凯琳离开时那种恐惧消失了，态度平静的状若两人。他不再担心会失去主上信任了吗？恐惧是阿谢尔掌控人心的钥匙，此刻他犹如被人夺走了最心爱的玩具。这些我都了解了。现在，凯琳，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常伴阿谢尔左右的凯琳又如何不知自己已经引起了主人的猜疑，连忙躬身念诵誓词。阿谢尔见此才放下心来，坦言这只是一个常规仪式，他对凯琳的信任将一如既往。等到凯琳转身离开之际，冷汗却已经忍不住溢出额角。阿谢尔生性多疑冷酷，如果他在这里露出马脚，就会妨碍到小少爷的计划了，自己一定要更加万分小心。等他推开房门之时，一名短发女孩已经候立在门外，竟然是小少爷的女仆艾米丽。她为什么在这里？还未等他有所表示，阿谢尔已经顺势将艾米丽邀请进来。是我叫她来的，你是叫做艾米丽对吗？可以帮我一个忙吗？艾米丽不明所以，但听到众人追捧的天才阿谢尔竟然会主动压低身段请自己帮忙，还是忍不住浮想联翩。而在皇家学院内却是另一番景象，公主艾琳捧着一份大蛋糕出现在我的宿舍内，当当特制蛋糕，皇宫御厨做的，好好享受吧。娜娜忍不住口水直冒，语无伦次。哇哦，娜娜喜欢你。但艾琳只是淡定的表示，还有很多都是娜娜的。喜悦来得太快，娜娜当场宕机。我平静的看着这一切，看起来我们也确实需要低调一段时间。如果龙族能够感应到娜娜的存在，那下次伏击也可能会再次展开。但不管怎样，我都必须确保自己人的安全。毕竟这一世我已经决定要为自己而活，尤其是那个混蛋哥哥，肯定又在偷偷计划着什么。不管他的阴谋是什么，我都要将他彻底摧毁。想到这里，我忍不住露出了微笑。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一个新鲜的计划也跃入我的脑海。而在公爵豪宅的花园里，阿谢尔也邀请了第一皇子卢纳尔，两人也是旧识。但阿谢尔私下称呼卢纳尔时，已经不再是殿下，而是直呼陛下。卢纳尔更是一上来就指责阿谢尔在家里烂了太久，都不出来搞事情了，就不担心爱丽丝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吗？或者是他亲爱的弟弟竟然收获了父皇的青睐，想将艾琳许配给他，那个可怜的无用垃圾女儿竟然收获了如此多的父爱，光是想想就令他嫉妒不已。阿谢尔则淡定地表示，那样不是很好吗？艾琳获得的权力越多，关注越多，对我们的计划也越有用。加害艾琳的政治阴谋，转眼间在一场饭局中就被敲定。而此时阿谢尔也注意到，针灸的进士竟然是一个新面孔。卢纳尔则玩味地表示，这个守护骑士鲍里斯可是我从贫民窟里发掘的珍宝。只是一眼，阿谢尔就看出了两人相似的品质，你真是发现了一颗了不起的珍宝。而此时在大陆某处同样也进行着一场秘密集会，与会之人震惊地看着碎裂的2块生命魔法石，那代表着2名成员已经死亡，是卢锡安和卡迪琳娜。但谁又能杀得了拥有8星实力的他们呢？最后的痕迹停留在卢提市的近郊，但现场查不出任何线索，这代表着敌人要么实力远远超过他们，
要么就是一个强大的暗属性拥有者。在卢提市能够杀掉他们的只有迪恩奎塞尔，但他并不是暗属性，杀人者另有其人。其中一人当即指出，皇家学院内只有一名暗属性新生，也曾经从魔龙口中生还。组织内部近期不断有重要成员被暗杀，先是在前线提供恶魔之血的雷纳德，后来是提供交易和财力支持的奇克曼阿布斯，现在连组织里重要的2名龙族战力也死，很难让人不怀疑这其中存在着某种联系。计划不容有失，可以安排他的孙女露娜进入皇家学院调查这名新生。大陆局势虽然波诡云谲，但皇家学院内却享有了2年的安宁。2年之后，在卢提市的街道之上走来一名素服女子，虽然已经尽量不引人注意，但天蓝色的长发和湖蓝一般深沉的眼眸，绝世容颜还是令路人频频侧目。原来是爱丽丝休学旅行归来，却先来到了校长办公室。原来在知晓了爱丽丝有意加入光明骑士之后，校长也许是感知到了爱丽丝的悲惨结局，力劝她先进行一场休学旅行，之后再决定自己的归宿。此刻爱丽丝从白精灵的领地福瑞纳归来，那并不是一个对人类友善的种族，就算是爱丽丝也花了1年的时间来适应。既然校长说了那里会阻碍爱丽丝的成长，他反而更要去那里看看，这样寻找到的和平主义才更有意义。此时他却更坚定了加入光明骑士的决心。迪恩追问他是不是还是决定为家族的意愿而活，他却只是笑了笑，有些责任终究要有人承担，况且我也很担心我的兄弟姐妹。克兰茨虽然调皮，但好好教导以后也能做个好人，但最小的弟弟却太过害羞腼腆，让他一直放心不下。闻听此言，校长更是哈哈大笑起来，他不去欺负别人，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我听到了有趣的事。而此时另一道声音也在屋内响起，有趣吗？迪恩先生可真是苛刻。爱丽丝惊诧地回头，却只见阔别2年之后的弟弟已经有了修长身姿的模样。我微笑致意，好久不见了，姐姐，我一直很想念你。感谢大姐知道我们兄弟之间不融洽，却没想到我近2年不回家，更不知家里现在就住着，想要随时弄死我的哥哥和后妈。2年时光匆匆如流水，爱丽丝惊诧于我的变化。你现在长得好高，马上都要超过我了。我则淡定地表示，也许是你变矮了也说不定。这句话成功勾起了爱丽丝的手脚蹂躏，但她随后还是担忧地问起，现在已经是暑假，为什么还待在学院里而不回家？事实上，我不愿意回家的原因有很多种，先不说阿谢尔现在就待在家里，就连公爵夫人也是想杀我而后快，而他所指使的6名终极骑士的离奇身死，父亲也不可能到现在都毫不知情，但他还是选择了不闻不问，回到那样的家庭里无异于自杀。爱丽丝却只以为我是在惧怕一直欺压我的小兄弟克兰茨，你们难道不能成为朋友吗？这是不可能的，你也曾经看到过他是怎么对待我的，而且他甚至还曾经试图杀掉我。爱丽丝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她太不了解所珍视的这2名弟弟了，本以为只是小孩子之间的局域，事实却是骨肉相残。此时布莱恩站出来表示他可以为此作证，是夫人玛格丽特指使了对我的暗杀行动。等到布莱恩将一切原委讲明，爱丽丝却突然陷入了自责，抱歉，我没有察觉到这些，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这不是你的错，坏人是玛格丽特和克兰茨，而且看样子他到现在仍不知悔改。我话还没有讲完，爱丽丝就一下子扑入了我的怀抱。你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起这些事情，把委屈憋在肚子里并不好受吧？但你这时候可以依靠我，姐姐会保护你。这种温暖和信任，在家庭中只有爱丽丝曾给过我。此时我却笨拙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我还想和你待得更久一些，但我现在必须先去某个地方，照顾好你自己。还有，爱丽丝的话再次让我宕机了一下，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下一秒她却扑到了布莱恩的怀里。也请你照顾好我的弟弟，可以吗？此刻我望向布莱恩的眼神犹如杀人一般，爱丽丝一定是把我能逃出那场暗杀的功臣认定为是这个所谓的守护骑士了。只是再次告别爱丽丝，我却已经开始想念起和她相处的点滴。好久没见过她那么生气了，上次这样还是我和克兰茨的剑术训练课上。在我比试认输之后，克兰茨仍不断攻击羞辱，他的乐趣一向不在于取胜，而在于对弱者的欺凌。赶来的爱丽丝及时制止了这场闹剧，她那张生气的脸我也只在前世里见过那么一次，现在她却已经知道了公爵府的真相。看来家族不可能继续安宁下去，但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护她从前世的悲惨结局中幸免。此时布莱恩却带来了净化名单和一份宴会邀请函。每年的这个时候皇室都会举行宴会，维特家族更是受邀的常客，但这种印着皇家印章的邀请函一般都只会发给父亲，再由公爵指派子嗣参加。前世里我自然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但想想也知道只会是无聊的政治拉拢，我索性置之一边，直接拿起暗杀令。德雷尼安妮菲利斯，现任皇后的亲弟弟，这个发生在皇家宴会上的刺杀行动在前世里也是一件大事，没想到现在这份任务竟然指派给了我。看起来塞利卡金是确实对我十分看重，但这多少有点让我觉得烦躁。另一边卡里姆却突然对邀请函起了兴趣。等等，下边的署名好像是公主艾琳，我以为你只是一个小孩，但我好像低估了你，你这是收到了一封情书啊。果然如他所言，这份邀请函并不是以皇家名义，而是艾琳的个人邀请，字迹清秀而认真，但我还是毫不留情地赏了卡里姆一个控制咒。看起来这场宴会不去不行了。此时奈娜喊饿的声音从内厅里传来，但只是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让我们几个呆立当场。虽然俗语总说小孩子一不留神就会长得很快，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他能长得这么快？
而在维利亚斯的公爵豪宅内，爱丽丝却急匆匆地大步而入。佣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焦急的大小姐，纷纷错愕行礼。但爱丽丝关心的却只是母亲，不，公爵夫人现在在哪？等到爱丽丝冲入夫人房间内时，玛格丽特连忙招呼问候：“好久不见了，爱丽丝，最近过得还好吗，我的女儿？”但爱丽丝却置若未闻，箭步上前，直接一掌掴在玛格丽特脸上。